2个菜花掉1斤肉钱，是真吃不起。每样给我先来100斤。本店蔬菜数量有限，每人每样限购，大批采购请到隔壁登记。喊什么喊？吓我一跳！进来。少爷，蔬菜是真的，店员说第一批只有20万斤，不买就没了。你不早说，赶紧去账上支银子，先支1000两。等你们过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个天能把菜种出来，当真是神迹。南方冬日气候暖和点的地方能种出菠菜、韭菜，可在北方绝对是前所未闻。听说铺子里卖价很贵，想必种植成本相当高。若是将此事上报朝廷，绝对是大功一件。可如果这样，宋金清明年就很难赚到钱了。这是新鲜的豆子，宋家上午送过来的，说是他们自己种的，很嫩，和7、8月吃的没什么区别。这些菜是怎么种出来的？宋家送过来多少？20几种，该找谁去问？你们东家不在，现在府里谁做主？回大人，大小姐让我们4个商量着来。蔬菜店里的蔬菜都是当日采摘的，本官想去看看。那是什么？回大人，那是蔬菜大棚。这是油纸做的。我家大小姐说油脂透光性、防水性和韧性好，适合用来做蔬菜大棚。这是暗道，烧炉子，热刺顺着竹筒飘进来，温度自然就上去了。你今日带本官过来看大棚，还将原理一一说明，就不怕本官将方法泄露出去？天下之大，不只有一个安阳府，此种植方法虽成本不低，但若普及，对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离开前还真是写好了信，那是因为小姐大人一颗勤政为民的人心，只要是为了百姓好，您都会去做。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四堂主怎么还没回来？属下领命。索命门的印记都被人挖走了，死的还真是狼狈。宋姑娘客气，这些天山上的野兽都快被你们猎完了，过年可得在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明天过年，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不来了，下次上山估计要到4天之后。费了这么多银钱和脑细胞，自己还不是第一个吃到的，简直亏大了。今朝我听村里人说你在府城置办了好些产业，还买了仆人，下人哪有自家人靠谱？要不让你二伯过去帮你，你能不能先借我们点儿？我买的下人都签了卖身契，要是签个卖身契，我爹都给我教过书生，还顾得上要佛？肯定是跟你学的。我爹娘自从去世后，从来没给我们姐弟3人托梦，他们有没有找过你们？硬把遮羞布扯下来，把话讲明，就连亲戚都会没法做。金钊他们呢？老二听说金钊在府城买了很多下人，金钊就发飙了。孽障，不孝子，白眼狼！一个长辈找小辈过钱养儿子，他宋二郎还有脸吗？你给我去把老二叫过来，今天我倒是要亲自问问。爹，你让大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寒冬腊月捕鱼，拖到城里就分你们2两银子。大热天在城里摆摊卖凉皮茶水，你们心里只盯着工钱。老二，到底你是长辈还是金钊是长辈？要祖数分你爹我出1半，剩下1半你也好意思找金钊借？他要是能爬出来，肯定第一个掐死你。亲戚之间哪能分得那么清楚？就算8个我都愿意养，死不悔改。为人子不孝顺爹娘，以后除了来老屋，你们2房就不用跟3房走动了。租给你们的5亩地，我会去跟金钊说，让他收回去租给别人。还有别想去找金钊的麻烦，你要是敢去，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一声轰雷在脑子里炸响，断绝父子关系。你话是不是说的太重了？不说重点，他不长记性。以后2房跟你说什么都不用再搭理，你自己定。就土蛋家，去年他们收成最高。阿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安阳？初6走，还有4天。等回到安阳，我们重新给爹娘做一个牌位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头雌虎的体型比一般老虎要大将近1倍，平跳能达数10米。过去看看。没有呼吸，刚死不久。阿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难产了。怎么是白色的？应该是基因突变，你们可以理解为抄菜书写错了字，本来要加盐却写成了砂糖。抄菜谱，糖鸡。阿姐，我们把它带回去好不好？扔在这里肯定很快就死了。如果之后发现它有斗鸡眼，到那时候再抛弃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养。你们慎重考虑，要养就得负责。确定，就算它是瞎子，我们也会不嫌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带回去养。现在还有奶，先让它吃2口再下山。1人1只，我们分了。嘿嘿。我还没说完，母老虎的虎皮不卖。观察玉下面才说，那不用再说了。它是这只雌虎生的，卖给我吧，白虎稀奇。不行，这个不卖，我们要自己养。怎么又买了1头母羊回来？家里的肉不够吃了。诗雪他们想喝羊奶，索性就买了1头回来。喝羊奶买羊奶不就行了？过几天你们就要走了，羊怎么办？为了喝口热的特意买只羊，总觉得有点多此一举。
二姐，我和他你更喜欢谁？5个人连个女人都解决不了，传令二长主带10名精锐前往开康城，拿下宋金钊的人头回来复命。去！阿爹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打了个喷嚏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启明，我按照你说的每天练半个时辰，你看我手臂是不是鼓了点儿？怎么感觉都是恶人？你是不是长胖了？家里人担心我在书院吃的不好，特意给我补了补。才半个时辰就开始叫苦，等你以后被人追杀，怕是跑都跑不动。我现在每天要练3个时辰。阿姐，这个铺子签了几年租约？5年，前2年租金不变，第3年每年租金比全年上涨5分。逛个青楼都能从楼梯上滚下来丢掉性命，王君主也是倒霉透顶了。是王家私塾去年死了儿子的那个王举人吗？快点，别让石有基的抢了先！才初5竟然有这么多人，要是运河能通安阳城就好了，来回走水路时间能缩短1半。几千年后，人类是真的能做到移山造海，不是仙法，而是科技的力量。2位公子，这是江浙独产的陈年花雕，口感醇香，冬日喝最能驱寒，要不要买点？这么贵？这个香味不对，颜色淡许多。2位若是不喜欢，可买这普通花雕，1升只要200文。阿姐，我想买点酒带回去给老师，再送点给先生。那就买。陈年花雕1两银子1升，普通花雕200文1升。能尝吗？好，姑娘要尝陈年花雕，3升的要1坛，1升的要10瓶，100文瓶子钱就算了。成交。来2箱。快让开！快让开！你们守着东西，我过去看看。你们这里最近的医馆在哪里？把人放下，我是大夫。这里疼，怎么个疼法？头晕，嘴巴又烧又麻，想吐。刚才他们4个都吃过什么东西？都是些寻常饭菜，我们都吃了好几天了。多久前吃的？有剩的吗？马上端来给我看。蒸之前，这些土豆是不是都已经发芽了？你说这个叫土豆？是发芽了。快，催吐，马上找大夫来。当时肯定没发芽，把腿撑起来，让他趴着催吐。那3个人也一样，照着我的方法做。阿姐，让我来。每人先吃点巴豆，再熬甘草绿豆汤喝，直到毒解为止。早知道这东西有毒，当时就不捡了。土豆本身没毒，发芽的才有毒。你说是捡的？我们在沉船上发现的，船舱里还有2具卷发高筒骨的尸体。除了土豆，还有没有发现其他东西？对了，还有张羊皮地图，我拿来垫桌脚了。这地图和发芽的土豆能卖给我吗？姑娘若是想要，直接拿走，反正都是没用的东西。团长，他们醒了。肚子还痛不痛？这是几根手指？肚子不痛，4根。没什么大问题，毒解的差不多了。这几天饮食清淡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姑娘救命之恩，诊费必须收下。不用，那张地图和土豆就够了。把这个交给你们船长。就算这东西不能吃，也就几碗米饭的价钱，为什么要给100两？它值这个价钱。稻米亩产不过30，这土豆1亩能收上千斤，那是8倍的收成。只要有了种子，就能养活更多人。先生，今日恰逢码头开市，特地给您送点节礼。下次来不用带东西，年前才送过。来都来了，你怎么不进去？空着手我怎么好意思进去？还是算了吧。阿姐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去铁匠铺。去铁匠铺干嘛？阿姐担心回去的路上遇到危险，特意多做了些兵器。索命门，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要不找个镖队送你？那还是算了，我一个人遇到危险更惨。 2把剑，1把弓弩，3个袖剑，还有72根铁针，清点一下，试试看合不合适。这声音一听就是好剑，师傅锻造的手艺又精进了。都是爹教的好，加上最近生铁质量高。回村后到我家，我教你怎么用。要是路上再遇到杀手，你就拿这个射他。给我的？我用打猎赚到的钱让铁匠师傅加急做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好兄弟，你简直送到我心坎上了。射不中靶心没关系，不用和师学比，他剑术比我都好。阿姐说他有天分，是娘胎里自带的。房子空着久不住人容易坏，您和阿婆可以随时过去住，就当帮我看房子。孩子大了，哪有不离家的？今朝他们不仅有戏，还孝顺，你该高兴才是。孙辈孝顺有出息，剩下2个儿子没一个能看。
你让我怎么不愁？今天中午来我家吃饭，带上酒，我们两个老的好好说两句话。1两银子一升的陈年花雕酒，也让我尝尝味儿。你说什么？什么1两银子？就是昨天金钊他们买回来的，听说就连皇帝老爷都喝过。你家金钊是真舍得。这孩子，我哪用得着喝这么好的酒？这也太贵了。你就不能带一点让我尝尝味儿？好歹自己也是个村长，酒坛都没开封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，有这个就够了。这个也不错，城里1瓶要50文钱，买了就要喝，还得喝得高兴，否则他们的心意不就浪费了？村长，你说的对，喝。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带一只活母羊上令？原来是为他准备的。这可是老虎，现在看着小，长大后会吃人，多危险！从小养到大，应该不会伤害自家人。若是长大后太危险，就造个大铁笼关起来。这身毛还真暖和，肚子热乎乎的。根据画像和打听到的消息，他们一共有5个人，其中1男1女很厉害。按照时间推算，他们应该已经在路上，就在开康动手。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区区5000两银子的任务上。黄泉鬼被杀，这已经不是5000两银子的买卖，关系到索命门的声誉，万不可轻敌。那是黄泉鬼无能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从离开西宁城开始，3天这句话你已经说了不下50遍，我都快听厌了。我总感觉背后凉凉的，好像有人在偷看我们。人过于紧张就容易疑神疑鬼，如果有人跟踪，阿姐一定会第一个发现。她没说就代表没事。找不到，找别人去吧。果然是这样，提心吊胆的日子太难熬，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？要么灭了索命门，杀到他们不敢动手，要么除掉买凶之人。金钊姐，你知道是谁找的杀手？是不是严宝一他爹？还没确定，嫌我挡路的人太多，这些杀手应该不是冲启明来的。你们大夫不是都在治病救人，怎么会挡别人的路？只怪我阿姐医术太好，无论什么阴谋诡计都逃不过她的法眼，可不就招人恨？什么意思？看病也能看出阴谋诡计？客官，你们点的菜已经做好，放这儿吧。赶了1天路，总算能吃口热的了。停下，别吃了。可惜发现的太晚。阿姐，怎么了？菜里有血腥味。鱼腥味能掩盖血腥味，只有红烧鲫鱼豆腐里有淡淡的血腥味。阿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都已经吃了。去吐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家的饭菜应该不难吃才对。小二，刚才做红烧鲫鱼豆腐的厨师手有没有受伤？客官说笑了，后厨师傅杀了半辈子鱼，根本不可能受伤。不管怎样，我要再检查一遍。阿姐，这不会是从菜里发现的吧？应该是索命门动的手，混着血液一起放进菜里。脉象上暂时看不出来，虫子能寄生在体内进行繁殖，必须尽快把它们杀死。阿姐，古书上写过一种叫蛊毒的怪物，这个是不是就是？是不是蛊毒我不知道。走，去药铺买药。这是要逃？哼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开一个死。派个人跟上，别离太近。等宋金钊他们死了，直接把那个孩子除掉。真的能把虫子全部杀死吗？他们会不会已经在肚子里吃我的心肝，喝我的血了？感觉我好像没睡多久，怎么就到第2天了？没有第2天，你才睡了1个时辰。天都快黑了，麻烦按照方子抓5副药。师傅，这方子好像都是有毒的药材。姑娘，这方子是谁开给你的？若是分量不对，不仅救不了人，还会伤人。我自己开的，我是大夫，就是要以毒攻毒。两位堂主，宋金钊带人去了药铺买了熬药的罐子，现在已经回客栈了。宋金钊是郎中，难道他能解蛊？哼，门主都没办法，不过是个10几岁的姑娘，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这男人是从没晒过太阳吗？像鬼一样。这药香味儿，难道能解蛊？不可能，宋江怎么可能解得了？可如果真的有用呢？那药肯定没用，是无用功。金钊姐，这个要喝几天？今天半夜喝1次，明天早上再喝1次，之后就没事了。阿姐，现在怎么办？索命门就在附近，知道我们没事，肯定会再动手。蛊毒不会立即发作，他们下毒说明不想硬碰硬。或许我们买药都在监视之中，既如此，那就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感觉真的不好。果然没用，这么快就开始发作了。
现在宋金钊毫无招架之力，出城就动手，早点交蛮。就按你说的办。严阵以待，一个都别想跑。阿姐，我肚子疼，一抽一抽的，好痛。启明怎么了？动手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动手！中计了，他们根本没中蛊毒。启明接剑！阿姐，残影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帮忙？为什么？我身上的蛊毒是门主下的，他下毒后假装救世主，用控毒丸威胁我卖命，这叫救命，可笑。把解蛊毒的药方交出来。你帮手都死了，杀你轻而易举，我为什么给？你若不给，我就去找你抓药的药铺。身为大夫，你愿看无辜者因你而死？你这药方也解不了，药材接毒需依病情选剂量，否则无用或死。你可以试试。我可以告诉是谁想杀你，只要你肯解我身上的蛊毒。你身上的蛊毒是什么时候下的？3年前。我可以帮你解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带着买凶之人的人头来找我。不过是个后宅姨娘，为何一定要让我动手？我不想脏了自己的手。哼，记住你说的话，7日内我会提着人头来找你。阿姐，你真的要给他解毒？苏姨娘受宠，除掉她廖家必查。与其冒险，不如让索命门动手。祸水东引，借刀出手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报官！一定要把凶手找到！小姐，快走！苏姨娘真的死了，你阿爹怎么说？阿爹报官了，娘，凶手会不会再来？这几天安分待在家里，别出府。大人，昨夜府中姨娘遭人杀害，还死了4个下人。请您赶紧派人去瞧瞧，朝廷命官家中暗杀，简直闻所未闻。索命门，这下麻烦了。苏姨娘近日可得过江湖人？表妹不过是个弱女子，绝不会和江湖人有什么牵扯。她可有仇敌？近日可与人起过争执？姨娘很少出门，下人也都在做事时死了，实在不知。大人，求您立刻派人前往索命门关杀手逮捕归案，为我姨娘报仇雪恨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请大人务必将凶手缉拿归案，以安冤魂。既然有令牌证据确凿，就不能只抓一个人，干脆趁这个机会将索命门彻底铲除。得上书巡抚调府军队支援才行。救命啊！身为男子，怎么能这么没出息？坐下，把手伸出来。蛊毒在你体内太久，气血亏没，受不了猛药，得由轻到重。多长时间可以彻底解毒？半个月，只要严格按照疗程，蛊毒必解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看到马车了，他们回来了！大小姐、大少爷、二小姐，清香味盈满口腔。这个时节，荠菜好像还没长出来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家里种的。阿姐在庄子上建了大棚，就算是冬天菜也能长出来。大棚是什么东西？从来没听说过。大小姐，这是蔬菜铺子近半个月所有的盈利，一共17200两银子。孟知府有没有去农庄看过？开张第3天便带人去参观了，后来他还让我去府衙说了建造方法和注意事项。你们2个先出去，清霜留下。严家情况如何？严家货在入城前被烧了，严宝年去救子未果，严宝义已被流放。严丰年一病不起，如今痊愈，元宵后又要去进货。看来严宝义是彻底被放弃了。这2个人和叶府的小厮不一样，像是军营里出来的。宋姑娘，好久不见。秦公子，这段时日功课可有料下？要不出去聊聊？宋姑娘武功强强，没想到医术也这样好，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，竟被你治好了。如今朝中2位皇子分庭抗礼，文武百官归为齐王与英王两派，
叶良志不愿投靠任何一位，这才有人想杀他。令弟是他唯一的血官，日后入处境实在堪忧，别成为那条鱼。我弟弟现在只是秀才，能不能考上举人还另说，我又何必杞人忧天？今年8月乡试，令弟进步神速，名列前茅，通过乡试不在话下。次年春耕高种，叶大人定会留他在京城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宋姑娘可千万别让自己和家人成为那条鱼。你是怎么想到请旨让你阿姐当湘君的？家中不缺银子，与其让皇上赏赐金银，不如求个湘君的封号。我阿姐有才华，武功医术，可惜不能参加科举，不如将功劳换成爵位。阿姐说要钱不如要权，湘君虽无实权，但有正七品阶，碍于身份，别人也不能随意欺辱。你阿姐是怎么说的？史书上又不是没有女子被破例封侯拜相过，总得一步步来。阿姐说史书可借。封侯拜相，他还真敢想，野心很大。如果请封湘君不易，老师也不必太过为难。区区一个湘君，皇上不会吝啬，只是封侯拜相，恐怕就难如登天了。反季节种植，这个平民女子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传朕旨意，召丞相顾其山工部尚书欧时年、翰林院学士费延璋即刻觐见。皇上，此法是谁想出来的？还是那位平民女子宋今朝？安阳府在年前已经吃上了大棚蔬菜，此法若能普及，能极大缓解食物短缺。宋今朝农户出身，微臣认为赏赐些金银最好不过。孟鹤川提到他靠售卖书妾能相当于商誉断了财路，不在意金银违法。此女有才，罪方可以抬一抬她的身份，比如特册封她为湘君。皇上，微臣认为不妥，她身份低，册封湘君未免皇恩过重，不如赏赐牌匾。哼，就是因为她出身不好才要册封。水车之功，皇上已赐过牌匾，区区一个湘君，她绝对当得起。你觉得他们二人谁说的有道理？宋今朝正当芳龄，不如皇上下旨赠赐她一门婚事。工部有不少青年才俊，皇上还可以从中挑选。庆国公楚留云进面。启禀皇上，微臣自西郊大明换防回京，呈上军报。爱卿平身，冬日换防辛苦，准你3天假，在家好好休息。顾其山提议赏赐送来钱财，费延璋提议册封乡欧氏10年，提议赐婚，你觉得哪个赏赐最好？回皇上，微臣曾探查过他的底细，他爹修运河被砸死，母亲难产而去，当时他只有14岁，除了刚出生的弟弟，他还有2个年幼弟妹，家境贫寒，叔伯养不起，想把他妹妹送去冲洗。宋今朝当着祖父母面立誓，说我会养育弟妹长大，在他弟弟成家之前不会嫁人。朕没细问过他的家世，没想到会是如此。庆国公孤陋寡闻了，宋家如今日进斗金，宋其明考上秀才，还拜了叶良玉为师，早已摆脱落魄。没想到宋金言的弟弟如此争气，这才几年就考上了。你刚才说宋其明拜谁为师？叶良玉，据说他的腿就是宋金言治好的，微臣也只是听说。京城和安阳府相隔千里，你倒是对宋家的情况了然如胸。微臣也只是听说。宋今朝才德出众，屡立奇功，朕心甚慰。着礼部医治，册其为灵会湘君，即刻去办。皇上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！看父皇的态度，等叶良玉腿好，肯定重返朝堂。这个硬骨头怎么就除不掉？殿下，如今御史台全是咱们和英王的人，叶良玉回来也是举步维艰，您不用太担心。不是还有2个硬茬子？费延璋肯定是叶良玉手。庆国公值得今天帮费延璋说话，是为了叶良玉还是宋金仲？若是因为宋今朝也就罢了，如果是叶良义，那就不得不防了。马上派人盯着庆国公府，看楚留云近日和哪些大臣走得比较近。是。 20天问诊7次，后面脉象波动无力，气血微虚，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。那几日孔夫人偶感风寒，身体虚弱，昨日上门诊脉，已有痊愈之象。无事，明日我过去看看。刚走孔婉如就得风寒，其中恐怕有古怪。雪团眼睛睁开了一条缝。别趴地上，等再过几天眼睛彻底睁开，就能知道有没有斗鸡癣。现在看他静住，应该是正常的。木已成钩之前，说不定有奇迹呢。 原来是宋大夫，宋大夫是来给夫人问诊的。稍等，我这就进去问问。宋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廖小姐的脸色看起来有些差，是不是晚上没睡好？前几日府中发生了一些事，我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。稍后我给廖小姐开一副安神的药方，睡前喝下，保证一夜到天明。你的身体不仅没恢复，反而还在变差。是不是因为我前几日得了风寒，所以身体有些虚？让所有人都出去。风寒影响的是口鼻肺，我给你开的药治疗的是包公和天齐。我怀疑你之前喝的药被动过手脚。药渣还在吗？到了。西元进来，药渣在隔壁小厨房，你去拿过来。让玲珑立告诉门房，近日府中下人只许进不许出，一定要把做手脚的人抓到。完了，要赶紧逃！刚才人还在这里，怎么不见了？赶快去找！上面有麝香和乌头的气味，洗过后还能留下气味，想必熬了不止1、2次。没发现，为什么要收手？
那是因为苏姨娘死了。如果这次是苏姨娘，那之前阿娘流产是不是也跟她有关？马上把负责熬药的2个丫鬟抓起来，立刻搜查他们的房间，一定要找到证据。来人，给我把她抓起来！红菊呢？小姐，这些药是从红菊的房间里搜出来的。麝香3灵屋顶，这次是想让孔婉如彻底失去生育能力，就是这些，你们可以抓人了。夫人，这丫头要从狗洞爬出去，这些东西全是从她身上搜出来的。为什么背叛我？我亏待过你吗？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苏姨娘威胁我，我不得已才听她的话，我是无辜的。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辜，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我看你是贪得无厌、卖主求荣的小人。吵什么？我刚回来府里就闹哄哄的，又是关门又是搜府，反了天不成？阿爹是不知道，苏姨娘指使红菊在阿娘的汤药里下毒，想让她永远不能生育。现在人赃俱获，我们正要将红菊送官。有外人在你这咋咋呼呼的，总不好好教教你？宋大夫，今日府中之事，还请你们不要外传。看来廖大人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连病人吃错药都没看出来，实在是无能。这些年医术白学了。医道广阔，或者阴险手段层出不穷，不是你的错。只要你拼尽了全力，就不算白活。据我所知，我来了宅之前，你是安阳府最好的郎中，又何必妄自菲薄？可师祖您才是17岁，我都60了，怎么能不让人受打击？我虽然只有17岁，但我心理年龄大，早熟。明天早上将廖府小妾谋害正妻的事情传出去，务必要让孟鹤川知道，做得隐蔽点。奴婢明白。听说了吗？廖府那个姨娘害得正妻小产10多次呢。来人，让廖望舒来见本官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表妹又死了，下官本想息事宁人，谁知闹得沸沸扬扬，惹大人烦心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请索命门暗杀苏姨娘，很有可能是你夫人？那妻昨日才发现药中有毒，不可能是她做的。如果她之前就知道呢？真相尚未可知，但只要有疑点就可以查。大人，府中人心惶惶，若再查问那次，坊间不知会怎么说。表妹已死，此事到此为止。至于是谁找的杀手，不如等剿灭索命门后审问动手之人，那起经不起折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剿灭索命门之后再盘问。多谢大人包涵，下官。流云哥哥，我听说你在西宁城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子，是不是真的？西宁城？什么喜欢的女子？谁呀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不喜欢她。册封将军也不是我请求的，是翰林院费大人先提出的。皇上问起，我才帮着说了2句。我和宋今朝只见过2、3次面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她。去查一下怎么回事。是。怎么也不打把伞，雪化了全是水，容易受风寒。回大小姐，官府调军队过来是为了剿灭索命门。苏姨娘的事昨日才捅破，这么快就查到索命门了？知道具体是索命门哪个杀手吗？凶手在案发现场掉了一块令牌，具体是谁不清楚。代表身份的令牌何其重要，偏偏就掉了，这事儿怎么看都诡异。难道是故意的？听说有江湖正派人士匿名送信，信上关于索命门的消息一清二楚，就连门主的样貌都画出来了。借力打力，用官府的刀报仇，他倒是和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宋姑娘，第3批蔬菜什么时候卖？要不提前把契约签了？第3批要到20天之后，现在签可以打9折。不到2个月入账大几万两，实在令人惊叹。哈哈哈哈，那就定了10万斤的货。鬼点子层出不穷，别人想抢都抢不走。大小姐，我们的蔬菜不愁卖，为什么要9折？按原价也能卖出去。因为再过几日，冬季蔬菜种植技术将不会是秘密，到时候价格绝对会大跌。大小姐指的是孟知府？我已经让孟知府将建造方法献给朝廷，应该快要有结果了。所以您才会提高1倍违约金，就是担心他们违约。有了双倍违约金，就算他们违约，我们也不会亏。技术都交出去了，总要最后赚一笔。阿姐说，斗鸡眼会影响目力，时间长了另一只眼会变差，而且治不好。二姐别难过，我觉得雪团这样也挺可爱，呆萌呆萌的。我不是嫌他难看，我就是心疼。那你就把他的眼睛遮住，让他每天换一只眼睛看，眼睛不就不会变差了？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说明我聪明，是个天才。你知道天才是什么意思？像阿姐那样的人就是天才，大家都这么说。等我长大，要成为和阿姐一样厉害的人，那你可得好好努力。从明天开始背书习武，说不定能赶上。没问题，我从明天就开始学。庆国公并未和哪位官员走得近，都是正常的办公。看来是因为宋今朝，把人撤回来。你派人将楚留云和宋今朝关系匪浅的消息告诉永江。公主，
近日宫中有人说庆国公对一个平民女子动了心，还请求皇上册封她为湘君。公主，没事。你说的平民女子是谁？叫宋今朝，协助庆国公抓捕朔北贼罪时相遇的。可是制造水利桶桥的那名女子，皇上册封宋今朝为灵惠湘君。宫里人都说庆国公是想给宋今朝抬身份，等她入京后好娶她。他竟然为了她做到这种地步！微臣拜见公主殿下。免礼。流云哥哥，我听说你在西宁城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子，是不是真的？西宁城什么喜欢的女子？谁呀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不喜欢她，册封湘君也不是我请求的，是翰林院费大人先提出的。皇上问起我才帮着说了两句。我和宋今朝只见过2、3次面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她。那流云哥哥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笑起来天真烂漫，心地善良，平日安静温柔，遇到事情咋咋呼呼，最好左右脸上各有一颗小痣，看起来特别可爱。哦，母后找我，我先走了。还有6个月便是她生辰，该提前准备了。大小姐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差，说是宫里人来宣旨的。这女子气场竟如此沉稳，不输官宦子弟。奉天承运皇帝宋氏有女宋今朝秉命屡立奇功，特封其为灵惠湘君，赐之诰命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灵惠湘君，这是您的吉服，觐见时可穿。好精致的花纹，一看就是宫廷绣娘之手。诰身是什么东西？诰身就是你的任命状，领岁禄时要带的。80珍苞米相当于114亩水田，还不交粮税，这也太多了。什么？宋今朝被册封为灵惠湘君，怎么会册封平民女子？肯定是大功，否则皇上不会下旨。不知道原因，全城都在传宋家铺子今天都没开门，必有缘由。看来这宋今朝有些手段。彭大人，皇上怎么会想到册封宋今朝？这可是少有的恩赐。孟大人何必客套？有费大人和庆国公帮忙，您这可是水涨船高啊！这跟费大人、庆国公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是我弟折子成了火银子？本官哪有这能耐？是宋今朝值得。想必费大人和庆国公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还没当上官，今朝姐就已经有品阶了，简直不敢想象。所以我阿姐厉害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她想就能做到。那为什么要献出反季节种植？这可是赚钱的法子。阿姐说，赚再多钱比不上权力。有远见，这灵惠湘君的封号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恭喜今朝受封，前途无量。爹，你算了一下，咱们这个师祖算是拜对了吧？今朝确实不同凡响，人儿没跟错人。多谢各位长辈和兄弟姐妹厚爱。去敲门。奴婢拜见大人。起来吧，湘君在家吗？大小姐去了医馆，还有小半个时辰才回来。无怀，本官坐等就是。昨日医馆没开门，让孟大人久等了。未提前递拜时，是本官礼数不周。无论何种身份，我都还是大夫。皇上已下令普及种植，想借贵庄那个叫福顺的管事用几天，传授经验。让大人高看一眼是他的福气。还有半个月采收，到时候得把人还回来。那是自然，无需半个月，10天即可。多谢相举成全，本官这就去安排。推广种植法，这反季节的生意也是时候收网了。反季节种植办法公布了，这简直骇人听闻。爹，完了，秘密昭告天下了。我当时怎么没想，他早就算计好了，这是怕没人买菜才加违约金。爹，现在怎么办？钱都付了，哑巴亏只能吃，马上派人去报名，别让人抢了先。怎么都是些庄户，就没有普通农户报名吗？大人，建造大棚的油脂贵，很多百姓觉得负担重。告示没写吗？可以用茅草、芦苇杆代替，家家户户都有，为何还嫌贵？稻草都没了，入冬种菜问题都在等明年。既如此，所有衙役必须学会，挨家挨户去教。大小姐，是剿灭索命门的军队，看样子是成了。情况如何？有没有抓到活口？让兰溪去打听。抓了7个活口和门主，可门主杀了夏自己逃走，掉下悬崖摔死了。门主武功高强，怎会无故摔死？定是那个中蛊毒的杀手在报仇。没活口，真凶查不到，苏姨娘的死谁负责？来人，告诉廖大人，今晚将那夫人的丫鬟下人全送过来，还有下药那个也带来。湘君留步，大人吩咐闭门谢客，请您过几日再来。爹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。苏姨娘3次小产是你夫人做的，夫人12次小产是苏姨娘做的。儿子的病竟是这么来的，为了生长子是愚蠢至极，让我自行处理。既如此，此案变成悬案，好歹剿灭了索命门，树立了朝廷威严。全是生面孔，连守卫都设了，这是要把人彻底困死。宋大夫，你以后不用再来了，不想再怀孕了，治与不治都一样。没有儿子有什么意义？女儿终究要嫁出去，不能继承家产。活该你这辈子生不出儿子。请湘君安。安神药没吃，
脸色这么差，心里烦没吃。爹说阿阳犯错换了下人，有守卫我进不去。你母亲存了死意，没有儿子她不想活了，没儿子就不想活，那我算什么？农庄太远，种在花园方便照看。阿姐，这花园好好的，怎么翻成这样？种土豆，从西宁带来的，很多死了，挑还能活的试试。真的能亩产上千斤？稻谷才160斤啊！等种出来你就知道了。简直脏了眼睛！堂兄弟宋启明能考暗手，这两个怎么连初试都过不了？龙生九子各不同，林慧湘君制导出来的弟弟自然不同。宋永年，我要不要让他过？大人觉得勉强让他过复试还能过吗？那肯定不能，若被发现就是舞弊。既如此，那就算了吧。看了3遍，真没有。没事儿，明年再考，这次先试水。阿爹相信你。阿爹，我明年一定能考过。初试都没过，2年书白读了，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别打了，没考上的不止耀祖，上面也没永年的名字。你转来转去干嘛？早饭都没吃，急死人了。他们夫妻都去了，我爱人眼。等等，好像回来了。这脸色，这是没过初试。完了，这怕是全完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过初试？榜上没有永年和耀祖的名字，连初试都没过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别人都能过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我一定要考上。供了2年书就供出这么个玩意儿，明年考不上就别读了。怎么又有大官来了？这是要干嘛？草民拜见县令大人。宋老丈不必多礼，本官今日是过来道喜的。道喜？永年和耀祖都没考中，何喜之有？宋姑娘现反季节种植法，皇上特封她为灵慧湘君，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。湘君说的是金昭吗？一个姑娘家怎么当官了？县令大人，您说的是我大孙女金昭吗？除了宋金昭，天下还有哪个平民女子能做到？这是皇恩浩畅。宋老爹，金昭被册封为湘君是真的吗？湘君是爵位，7品诰命，身份尊贵，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受封。7品岂不是和县令一样大？没权力但身份尊贵，县令要以礼相待。可惜你们分家早了，免徭役的好处占不到。这么大的喜事，必须开村祠祭祖，写信叫金昭回。路远，明天我先代祭，等他们回来再开一次。永年，跟你阿爷过来，给你金昭姐写封信，就说县令大人上过门了，村里祭祖了，问他何时有空回来。启明会读书，金昭更有出息。儿子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！3房飞黄塔，我家孩子却连童生都考不上，这心里……宋老爹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得多照顾。这套茶具和郎宝素宴倒是好东西。阿爷还说什么啦？永年和耀明献策初试没过，阿爷一定很难过。初试不过，明年怕是也难。阿姐，村里要开祠堂，今年过年我们回去吗？先生说过，耀祖耐不住性子，永年比较平庸，想考秀才难。等你乡试结束再说，一来一回太耗费时间。大小姐，这是孟府送来的，孟夫人想邀您过几日踏青。元宵后，郭逸瑶去了京城，这字迹不像是丫鬟写的，是孟夫人亲笔。来人是这么说的，孟夫人特别希望您这次能给面子。名媛好像是在城外。大小姐，名媛是李家的产业，孟夫人约在李家的地盘，有点意思。这么为难的事偏偏找上我，着实是为难人啊。夫人，林慧湘君来了。湘君万福，孟夫人就邀请了我一个，知你不喜欢人多，便没邀别人。春日景色正好，出来散散心吧。听闻安娘书院每月发榜，令弟必选前3，今年乡试必中。那是之前，如今上社才子云集，启明都打击得快抬不起头了。上社才子多，宋公子能进去已难得，就是不知叶大人在。看来不是孟夫人想见我，约在明园李家的地盘。孟夫人此话何意？湘君不知，皇上有意让叶大人官复原职，过段时间恐怕要回京了。听说叶大人离京时与2位皇子关系不茂，这次回去会如何？令弟是其学生，想必知道些。启明才13岁，朝中大事之前是御史，一得罪人，跟谁关系都不好，怎么就油盐不进，一点消息都不透露？其实今天想见您的不是我，是英王侧妃李琴晕，李天崇的女儿。她在京城，怎会突然回来？后日李天崇生辰，李侧妃受宠，碍于身份不好拒绝，只好请湘君来，她在里面等着。侍卫持刀，英王侧妃，这位就是林慧湘君，我家娘娘已等候多时。这态度，莫非是个局？可别出事才好。英王娶她，不光为家财，这张脸男人都难挡。臣女参见侧妃娘娘，臣妇参见侧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湘君不必拘礼，今日只当好友见面，不必太过规矩。这名园的景色如何？比起京城虽小了些，倒也别致。侧妃娘娘觉得好，那自然是好的。身经百战也不过如此，这处事圆滑让人惊叹。听说湘君医术高超，改日定要向湘君讨教一二。湘君随我一同赏景吧，孟夫人多尝尝，别凉了。
分明是用糕点绊住我，真是反常。听闻家兄与湘君在生意上有争执，他性情耿直，若得罪了，还望包涵，不过是些许小事，我并未放在心上。湘君心胸宽广，只是有句话需提醒：永嘉公主倾慕庆国公，待你入京，恐会许你麻烦。庆国公心悦于我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你不知？当初顾丞相反对，是庆国公力保你，他没告诉你？那日王爷擒住活口，刚吐出齐王二字便被灭口，没实证，王爷只能压下。叶御史回京，齐王定不善罢甘休。湘君要提醒他严加防范，治病救人本分。齐王心胸竟如此狭隘，看来是听进去了。叶御史与我王有难处，我王必倾力修筑。孟夫人若是烦闷，奴婢再端一碟。不必了，换壶热茶来。再装一盘梅花糕，让孟夫人带回。湘君也带些回去给弟妹。这般香甜的梅花糕，臣妇从未尝过。这是宫中御厨，后日寿宴，二位务必赏光。他们说了什么？神色这般平和，一个厨子出面，既讨好岳丈又博美名，算盘打得真精。去叶府，我有事要与叶大人商议。秦家留下侍卫，看来叶大人回京早有防备。李侧妃说刺客是齐王所派，还特意拉拢我。国库空虚，外敌虎视眈眈，皇子不想强国安民，反倒玩弄权术。若让这般人执掌天下，我东昭国危矣！当今圣上就再无其他皇子了吗？莫说皇子，连公主也唯有永庆一人。这些年后宫再无人有孕，会不会是圣上龙体有恙？太医可曾诊治？宋姑娘，此事万万不可对外提及，一旦传入圣上耳中，便是株连九族。违背常理，十有八九是圣上有疾。英王的扰揽你不必放在心，一切风雨由我来挡。启明如我亲子，你有难处尽管开口。你已将两位皇子得罪，日后无论谁登基，下场恐怕都不好过。皇子若德不配位，大可传位宗室贤才。圣上才50，还等得起？我一生无妻无子，区区一条性命，他们想要便拿去便是。阿姐，京城危机四伏，接下来我想住先生家。也好，更努力点，但别太辛苦。烧烤店的计划可以实施了。无休止的刻板行为，反应迟钝，不像视力问题，是智力有问题。张姐，我梦见吃鱼、虾仁、蛋羹，好想现在吃吃。我看你是馋了，晚上清水给你做。二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我没事，风吹的眼睛疼。病人欺负你了？不是，是阿姐说雪团脑子有问题，是个傻子。其实笨点也挺好，不用担心伤人，安稳活着就很好了。我宁愿他咬我，都不愿意他脑子有问题，什么都不懂，一辈子多难过。有吃有喝还有人爱，这还不算幸运？雪团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没睡好，那今天在家休息吧。我不困，反正也睡不着。城北有个医术好的兽医，人看不如兽医看，要带雪团去吗？阿姐，我想带雪团去看兽医，今天不去医馆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清霜，你也跟着。大小姐，雪团的病能治好吗？基因问题，大概率治不好。二小姐小心脚下，你看她一点捕猎欲望都没有，全是好奇。福顺说的兽医就在前面。来看病，这姑娘不像来这种地方的人。对，给她看病。白色的老虎倒是稀奇，才3、4个月大，眼神不太对，怎么回事？出生才102天，居然记得这么清楚。眼睛有问题，是天生的，睁眼就这样，治不好。养得这么好，何必在意眼睛不好看？我家小姐不嫌弃眼睛，只是她有点傻，脑子好像有问题，想看看能不能治好。被圈养的会笨拙些，但谈不上傻。我来看看，反应慢，眼神无光，连只猫都不如，确实有问题。说好听点是迟钝，说难听点就是傻子白痴。那怎么办？让他和同类生会比较好？不行，颜色异类还傻，会被排挤欺负。多陪他说话训练吧，但效果不大。治不好就治不好吧，这是老天爷的安排。阿姐，我想通了，治不好就治不好。雪团在山里活不下去，是老天安排我们捡到她。这姑娘算是认命了，自我催眠也好。门口有5米宽空地，夏天摆桌吃烧烤配啤酒，生意一定好。这独特的香料绝对能火。好香啊，这味道绝了，又麻又辣，一口下去满嘴肉香，真过瘾。老板，这钱都装不下了。又是一个日进斗金的铺子，宋金钊脑子里的新鲜想法真多。其实跟烤羊差不多，他就是换了个方式卖。看似不贵，其实肉少，简直是暴利。素菜跟肉一样贵，这是抢钱。啤酒不醉人，成本也低。行李都好了吧？启明，过来。我已经和穆院长说好了，以后2天一次检查功课，相事在即，不可懈怠。学生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先生，金征等我。哥，
你不在家，武功肯定懈怠了吧？你下盘不稳，力气还没二小姐大，还得多练。土豆长势好，8月收成，10月皇上寿辰，得赶在之前入京，1天都不能落。先生在京城等我。启明，我总觉得写的太浅，能不能帮我看看怎么改？这里论点可以再深入一些。这内检太严重了，眼窝都青了。不必劳烦旁人，此番我亲自陪你们上路。土豆做寿礼，献与陛下。萧氏8月放榜，离圣上生辰不足2月，寻常车马恐怕太产。放榜即启程，改用双驾马车，沿途不停，定能准时抵达。来年2月便是春高，今年便不再折返。如此决绝，我定全力以赴。终于结束了，走，喝酒去，去寺庙求个签，看看能不能中。他们都在放松，我却不能松懈。考题已默写9成，且看院长如何评价。学生宋启明求见院长。考题与作答全在此，内容还原度应有9成。文帚老道，立意深远，这是我看过最彩的一篇。你没辜负叶良日栽培，他当真收了位得意门生。多谢院长这2月指点，学生感念于心，家师叮嘱，考完试便赴京会合，故而放榜后立刻动身。路途遥远，不先回乡辞别亲友？距春闱不到半年，我想抓紧时日精进，尽早入京妥当。总有叶良玉照拂，前路漫漫，难保不遇坎坷。原以为我们早，没想到启明你竟已准备离开。险些追上我榜首，这天赋让人自愧不如。启明是叶御史弟子，有这层关系，院长自然照分。实不相瞒，头一回应试，心中忐忑，来此解慢罢了。看你气色红润，此番发挥定然不俗。院长只说我作答尚可，应当能顺利中举。平日水准远超此，莫非失柴了？家中等候，先行一步。祝诸位蟾宫折俊。策论论点刁钻冷僻，唯独你思路不同。弑天师逢迎太重，失了风骨。按常规思路没希望，我便想另辟蹊径。这论点是听宋启明闲聊过的。那这首诗为何这般做法？打听了主考官喜好，赞颂一番总比寻常稳妥。文才不济，只能靠这个。心思太过直白，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有损。只要金榜题名，流言蜚语算什么？总比寒窗数载，名落孙山强。也只能看机缘了。若批卷官偏爱这般，或许有一线生机。你平日不取巧，这法子究竟谁出的主意？是考场苦思无果，万般无奈想出的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。他平日与启明走得最近，定是启明的主意。若借此高中，险棋也算走对了，并无实质损失。回去等消息吧。夫子说我考中的可能性不大，要看运气。你怎么样？院长怎么说？院长说我发挥的不错，考中举子不是问题。接下来就该为明年的春闱做准备了。就算我能侥幸上榜，春营铁定也没希望，只能等3年后了。你这次若是能考中，2月春营肯定得去，就当提前适应，以免下次手足无措。放榜后你真的不回村？这么早去京城也没事啊。老师在京城等我，春闱精英云集，都是各省府凤毛麟角般的存在，我想过去早做准备。院长，您说我有机会冲击5金魁，那解元呢？有没有机会？前5名的成绩往往在伯仲之间，谁是解元，取决于总考官的想法和喜好。你应该往前看，更难得是春闱。大人，这些我们有些拿不准，还请您过目，看是取还是不取。此子见解独到，可那首诗又有些难说，到底会不会取？竞争。
你是解元！我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府试最后一名，院试最后一名，现在乡试还是最后一名。你这老爷可有婚配？小女28年华，正是花容月貌之极，陪嫁良田千亩，商铺10间，闹市3天出宅院1套。我年纪尚小，暂时不打算娶妻，可以先定亲，过2年再成婚。这位老爷，我兄弟年仅13，令亲今28年华，过2年就18了。属实有点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？女大3抱金砖，解元老爷13岁再合适不过。解元老爷，小女今年12岁，过2年成亲再合适不过。多谢各位抬爱，我年纪尚小，暂时没有定亲成婚的打算。让一让，这位举人老爷呢？我看您年岁刚好，可有成婚？家中长辈不在，亲事做不了主。2位贵人老爷，再看看其他的。哥哥，我们在这儿。恭喜哥哥考中解元，高丽哥考上了吗？第几名？最后1名，刚好考上。明日参加完鹿鸣宴，便要启程前往京城，先回去拿礼品，去各个夫子家谢师。参加完鹿鸣宴就走，这么快？对，时间紧迫，必须尽快。后天一早出发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启明，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京城？当然行，你要是不回村，记得给家里写信。下午阿姐会让人带信回宋家村，你可以把信一起拿过来。我回去后我就写，多谢金昭姐。幸好有你在，否则我还真有点慌。敢站在这里干嘛？赶紧进去，人应该到的差不多了。我也纳闷，院长突然叫我参加鹿鸣宴，早知道去买套新衣裳，身上这套都掉色了。没事儿，青色穿着显文雅，你只要记住你现在是举人就行了。那就是今年的解元，怎么年龄好像很小？13岁的解元年龄本来就小，听说还是去年安阳府院士的暗手。他1年前才考中秀才。听闻宋启明出身农户，11岁才开始读书，距今不到3年就已经考中举人，实乃天降紫薇，前途无量。不过是靠叶大人指点钻了空子。学生宋启明、宋高丽拜见诸位先生。院长叫他来，难道和段延华有关？若是不喜，直接让他落考便是。唯一的可能就是那首诗取悦了他。哎，坐下后多看段延华2眼，记住，你非常崇敬他，眼神要激动，要高兴，但也别表现得太过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这算成了吧？倒是比自己想象的要机灵。你猜段老师怎么说？收你当学生？
你怎么知道？真收你当学生？具体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和他很有缘分，当年他也是倒数第一，这是天意，是老天爷牵的红线。对了，他知道我们明天要出发去京城，想和我们一起。你有没有说我们会赶路？路上可能没那么舒服。我说了，不过老师说他也要赶路，正好顺趟。一路上朝夕相处，更容易培养感情，我正好可以好好表现。对段延华，你知道多少？会是最后一名能进翰林院吗？应该不能，这个成绩只能去偏远地方当县令。他今年多少岁？什么时候考中的？56岁，37岁考中的贡生。也就是说，他在编修位置上待了19年没升迁，这意味着提携他的人没动作了，而他自己也没什么能力。大小姐您放心，半年后我们肯定能把接班的人培养出来。好凶！老爷，他们来了。灵慧湘君安好。段大人不必多礼。老师，怎么还带了一只老虎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出发，免得露宿野外。宋家兄妹3人都会武功？对，都是金钊姐教的。她功夫特别厉害，就没有她打不赢的人。路上这么久，得让启明教我骑马。湘君，京城路途遥远，不必如此赶路，慢慢走3个月就能抵京。段大人，叶先生希望我能尽快抵京，好留在身边教导，明年春闱能考个好名次。叶大人对你寄予厚望是件好事，就是太辛苦了。比起下地干活，风吹日晒，读书实在算不上辛苦。学生每被捧起书，都觉得颇为享受。寒冬腊月全是冻疮，享受，只有考上那一刻才是享受。大爷，宋高丽家在哪里？我是宋高丽的爷爷，是我孙子有信寄回来吗？大爷，我问一下，宋有谁家在哪里？看到没？最里面那个青砖瓦房就是。驾。金钊和高丽的信是一起送的，不知道启明考得怎么样。高丽考上举人了！高丽考上举人了！阿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举人，这可是举人！高丽真有出息，一次就考上了。孩子他爹，你快给我读读，快读！宋有水在家吗？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你孙女让我从安阳府带回来的东西，还有这封信。去年的衣服还好好的，这丫头怎么又买这么多？阿爹，我看见镖局的人过来，是不是金钊送东西回来了？我的天啊，全是新衣服、新鞋子，衣袖还带绣花。这些都是金钊送给我跟你阿娘的。锁门干嘛？这都不串气儿了。永年和耀阳都不在家，我和你阿娘要去村长家，让你满姑叔看看信上都写了什么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老哥，我家高丽也考上举人了，村里一下子多出2位举人老爷，祖坟冒青烟。我家启明考上举人了，你不知道？我家高丽说要和金钊他们一起去京城，你家启明肯定也考上了。
我还不知道。村长，你帮我读读这信上都写了什么？阿爷，启明县士发挥出色，如愿考中解元。村长，解元是什么东西？解元就是乡试考试的第1名，老哥，你家启明不得了了！去京城了？对，我家高丽也跟着一起去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启明也不回来一趟，晚2个月再去京城也不迟。哼，考中举人就送这么点东西，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寒冬腊月去京城冻坏身体怎么办？2月就是春衡，早点去好。对，要告诉三郎，马上就去。三郎，启明考上举人了，等他以后当上大官，你就是官老爷的爹，我们宋家后继有人了。今朝说今年租子不用送安阳府，让爹娘留着，你怎么想的？能怎么办？想要爹也不会给。你怎么这么没用？爹娘老了要那么多钱干嘛？你想想办法。要是被大房仙要走了，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。你说的对，以前大哥不得不给，现在全留给爹娘。他要是不想给，爹娘肯定也不会要，我们亏大了。以后这14亩地的租金，今朝都不会要了。他是乡居，肯定不在乎这一点了。早知道老三夫妇刚死那会儿，就应该把几个孩子要过来养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每天除了赶路就是睡觉，脑子特别胀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老师，前面就是运城。今朝姐说下午进城买东西，今晚就在城里过夜。好，就在运城过夜。我感觉我老师好像有点闲闲的，和叶大人很不一样。你直说有点懒就是。段大人年过50，长时间赶路，精力跟不上也正常。老师，强盗已经解决，您没吓着吧？这种事为师见多了，怎么可能会被吓到？既然解决了，那就抓紧时间赶路。总算是到了。灵慧将军若是不弃，在京城的这段时间，可在下官的府中落脚。多谢段大人好意，学生出发前已经给老师写了信，想必住处已经找好，就不叨扰大人您了。高丽，你在京城没有住处，就跟为师回府吧，也好日日督促你学习。路途相处2个月，还是有点生疏，住过去好像不太妥当。住在府里，为师能日日指点你，你还有好几个师兄也都在，正好可以相互学习。多谢老师，那学生便叨扰了。是宋启明，宋公子吗？你是？我是叶府的下人，奉命在此等候宋公子和湘君，盼了几天，终于将您给盼到了。这叶府下人竟在城门口候了好几日，宋启明着实受叶良一重视。大门质朴，透着一股熟悉感，除了大小，竟和安阳府那座叶宅一模一样。快去告诉管家，宋公子他们来了。灵慧将军，宋公子，里面请。老爷早就准备好了客房，就等你们过来。这个我们自己来，你们搬其他的就好。老爷还在翰林院没回来，午膳已备好，湘君和公子可稍作休息。多谢。为师没想到你会考中解元，想来我离开安阳府后，你也没有放松功课。老师临走前为我安排好了一切，学生又怎会放松？你阿姐此次的来意我已经知晓，还有3日便是陛下寿辰，到时候我定能让你们如愿。收到信时，为师不敢信，神物现世，恨不得马上进宫，但还得计划妥当，怎么将此事的利处发挥到最大，过程很重要。昨天我进府后才知道，府里住着6个和我一样的穷学生，都比我先拜师。
段延华收这么多学生在家里，养得起吗？翰林院编修每年的俸禄好像不高。还以为我是特别的那个，结果是广撒网，捞中哪个算哪个。他没钱，但他妻子挺有钱，有钱到我都有点羡慕了。当年他岳丈捐了20万两银子，皇上赏了编修的官职，结果他10几年没爬上去，银子算是白捐。他妻子嫁妆丰厚，养几个人绰绰有余。段延华养在府里的几个学生才华如何？有希望考中进士吗？我昨天聊了一个时辰，比不上你，但比我好多了。能不能考上也不确定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只能这样了。以我的条件，本来也没得挑，有总比没有好。宋金钊和他弟弟已经到了京城，就住在叶良义的府中。后天就是父皇的寿宴，还是等寿宴结束后再游。本王要亲眼见一见这位13岁的解元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姐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万岁。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寿宴已经开始了。虽不会被召见，可一想到阿姐要见皇上，心里还是忐忑。这张龙椅朕坐了20载，帝王与天同岁，这朕还要坐上100年。众爱卿平身，今日寿宴，众爱卿与朕同贺，不必太过拘礼，都入席吧。献礼。萧荣燕，今日定要压你一头。献礼开始，众皇子公主为皇上庆贺。儿臣仅献黄玉全蓝图，此图由30位名家走遍我东赵国每一寸土地，等比例绘制而成，一山一水皆为实景。儿臣仅以此图，愿父皇山河永寿，社稷长安。好，好，好！你的寿山玉雕怎么可能比得过？没想到臣弟和皇兄会如此心有灵犀。父皇，儿臣遍览古籍，亲自绘制了一幅玉图，想送给你，还请父皇和众大臣一观，全程死记。萧荣燕，你身边绝对有我的探子，欺人太甚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儿臣仅以此图，愿父皇德配天地，威加四海，承天受命，混一天下。朕初登大宝时，也曾想过横扫朔北。若是能在朕在位时统一天下，德配天地，威加四海，万岁万万岁！若自己在位时真的能统一天下就好了。万古流芳，朕便是千古一帝。国库空虚，内乱动荡，朕拿什么去打？英王此物深得朕心，就是不知道谁能帮朕实现此愿。二弟能亲自绘制出昆鱼全图，想必已经对朔北国十分了解。来日两国开战，若你带兵出征，定能拿下朔北，完成父皇一统天下的宏伟愿景。皇兄，我先在这里恭喜二弟，恭喜父皇。容车说的有道理，庆国公，你手底下的兵军纪最为严明，朕把鹰王交给你，一定要帮朕培养出一位能横扫千军帅才。回皇上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镇国公太过谦虚，朕把鹰王交给你们父子二人，1年后无论教成什么样子，朕都认。若是成不了帅才，就当锻炼身体也无妨。1年时间，皇上想干嘛？弄不好要出问题。他们若是倒戈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0，着实不划算。今日太过偶然，朕需要时间缓缓。这是儿臣自己绣的万寿无疆图，恭祝父皇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此图构思奇巧，真乃是天衣无缝了。你看你眼睛都不许这样，随便绣上几个寿字，朕也是欢喜的。给父皇的寿礼自然得是最好的，父皇喜欢便好。有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，托微臣献给皇上，还请陛下一尝。难道是宋金钊？哦，谁送的？容臣先卖个关子，定不会让陛下失望。啊！叶爱卿，这面条怎么这么粗？皇上，
先尝尝。这面条软嫩像豆腐，却又有韧劲儿，朕以前从未吃过，是怎么做的？皇上猜这面条是用什么做的？不是面粉，这便是灵会将军千里迢迢从安阳府赶到京城，让微臣进献给陛下的寿礼，一种在场各位从未吃过的粮食。宋今朝来京城了，前几日刚到，连夜赶路，就是为了陛下献上寿礼。灵会将军真不愧是出自农家，父皇50大寿，连夜保路送粮食当寿礼，还真是别具一格。我东赵国地广物博，这土豆粉算不上稀奇。回皇上，若微臣告诉您，这土豆能亩产1000斤呢？怎么可能？亩产1000斤，真的有这样的神物吗？大小姐，有人出来了。请问姑娘是否是灵会将军？阿姐，给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我是。皇上有请，我这就随你去。这里全天下权力最集中的地方，除了震撼，更多的是忐忑。亲自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良性改变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让人忍不住想改变更多。灵会将军觐见。这女子不识抬举，土豆这么高产的粮食就该提前献给我。真的很年轻，才10几岁，做的事却不敢相信，可惜是个女子。臣女宋今朝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！灵会将军，盒子里装的是不是土豆？快拿给朕看看。是。这便是亩产1000斤的神物。这土豆真的能亩产1000斤？回皇上，此物不仅产量高，而且不像其他农作物那般娇贵，它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种植，且极为抗旱，喜欢冷凉的气候。它的生长周期只需要3到4个月，1年可以种2茬，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可以种3茬，极大的提高土地使用频率，做到年产3000斤。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难道真是上天恩赐给我东赵国的祥瑞？灵会将军，这土豆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回皇上，此物臣女得自一名海员，随图一同献上，图纸绘有海外诸国。一望无际的大海之外，竟还有朕不知道的人和地。灵会将军，这土豆你还有多少？回皇上，臣女8月一共收获土豆270斤，此次进京一共带了150斤。150斤便是4000斤，继续种就是11万斤，要不了几年就能形成规模。货号差不多了，该提公金封赏了。2年前的农家女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湘军恐怕只是第一步。灵会将军宋今朝上前接旨，朕承天命之责，重黎民温饱，为彰此功，特封你为灵会县主，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0亩，府宅1座。赶紧坐下，用不着我们操心了。臣女接旨，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一介平民女子封县主，这可是郡王之女的封赏。剩下的120斤土豆，朕即刻命人去安阳府取。回皇上，那120斤，臣女已经让人种在农庄，并建造了蔬菜大棚，预计12月初才能采收。很好，那就等采收后再全部送到京城。来人，给灵会县主赐座。不动如山，如过往浮云。这么大的功劳，若是放在我身上，太子之位肯定稳了，全被这女人毁了。灵会县主以后要长居京城了吗？回公主殿下，臣女暂时会在京城待一段时间。你既喜欢，来人，将朕的这盘也端给县主。臣女很喜欢，多谢皇上赏赐。听闻你弟弟年仅12岁便考中秀才，不知今年乡试发挥的如何？幸蒙天恩祖德，家弟此次乡试侥幸考中解元，此次也一同上京，已被来调会旨。13岁的解元也，没想到你不在朝中的这段时间，还能为朕培养出这样一位少年英才。你如此会教，理应多收几位学生才是。启明聪慧过人，日日苦读到深夜。长姐以身作则，想必弟弟也差不到哪里去。朕很期待他明年会试的成绩。一唱一和，真让人恶心。宴席上朝你敬酒的是工部尚书欧十年，他之前因水车之事被斥责，这是在向你示好。也不知道阿姐有没有达成所愿。阿姐怎么样？皇上赏赐了什么？稳重一点儿，第一次面见皇上，比我还淡定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又手握重宝，太过示弱，反而会让人觉得我才不配位。皇上已经册封你阿姐为灵会县主，还在寿宴上提到了你。皇上册封阿姐为县主，这可是正三品。
阿姐，你快点告诉我寿宴上发生了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知道。先上车回府再说。只有在宋今朝面前，启明才像个孩子儿。你不是说宋今朝已经答应投靠本王了吗？为什么今天献礼土豆的事情他没告诉你，害本王错失了一份天大的功劳？什么土豆？妾身不知道啊。明天给宋今朝下帖子，本王要亲自见他。你怎么回事？土豆又是怎么回事？阿姐，哥哥，这么晚怎么还不睡？诗雪，你猜皇上给了阿姐什么赏赐？郡君城了？不止，皇上已经册封阿姐为灵会县主，还赐了黄金1000两、良田1000亩，就连宅子都给了。阿姐成了县主，那我们在京城就不怕被人欺负了。董爱卿，灵会县主献上来的150斤土豆，你们司农院负责种下去，朕要在年后看到4万斤土豆。微臣接旨。郭爱卿，朕命你带人查阅崇文馆内所有关于海事的典籍史册，根据海图完善。朕想知道那未知的金大陆在哪里。从陈到今没人出过远海，这要是出了事，倒霉的就是自己。娘娘，昨日在寿宴上，宋今朝送了一份寿礼给皇上，皇上龙颜大悦，当场册封他为灵会县主。什么寿礼？就是王爷说的土豆，据说能亩产1000斤，现在京城都传遍了，说是神物。这么快就成县主了，早知道前世就应该请宋今朝过府。鹰王发了话，这帖子我下也得下，能不能来，其实心里没底。为什么哥哥也要去？鹰王侧妃是女眷，怎么会邀请男客？要见启明的不是鹰王侧妃，而是鹰王。鹰王要对付哥哥，此举总感觉会有麻烦。或许是想招揽，也有可能是警告。你们能不能不去？不去只会更麻烦。既然是女眷下的帖子，我只管装傻不带你哥哥去就行了。我可以陪阿姐一起去见鹰王侧妃。别担心，阿姐上次见过李清如，她不会对我怎么样，就算要动手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。下午我带你去见季景，明天你就去国子监上学。阿姐，老师说明天我就去国子监上学了。正好，明天去鹰王府，我就告诉鹰王侧妃你去了国子监上学，没空。他请我干嘛？估计是想招揽你，顺便让你扳倒你老师。下官工部营庶司主事方志行拜见灵会县主。人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前几天刮风下雨，吹落了好些瓦片，院子里的树被连根拔起，下官一早便带人过来修缮。入京4天，每天天气都很好，没刮大到能把树根拔起来。既如此，那就麻烦大人了。修缮好，派人去岳府知会一声即可。县主慢走。姑娘是坐1楼还是2楼？1楼，麻烦安排一张靠角落的桌子，上几道你们酒楼卖的最好的招牌菜，再加4碗米饭、石乳鱼、鲜炒蝎、金鼻制的拽头春。啊，这鱼汤的颜色好白，看着假的很。是羊奶炖鱼，一点膻味都没有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好喝，滑滑的比鱼汤鲜，好像还有桂花香。这位小公子好灵的舌头，这羊奶煮沸时加了新鲜桂花，过滤后便有股淡淡的桂花香。下官见过灵会县主，您怎么坐在大堂？想凑个热闹就没去楼上。段大人这是带学生出来吃饭。今朝姐，启明没来吗？他在府里读书，没出来。想一起吃饭又不好意思，算了，改日再拜会。小二结账。回县主，一共4两2钱银子，都够普通3个之家1年的开销了，真是贵。宋姑娘已经被册封为县主，日后你定要和宋启明多走动走动。听闻叶忠诚也教过你，明日为师带你去叶府拜访。他这是想巴结今朝姐和叶大人。他到底是看重自己，还是看重今朝姐的权势，还是想通过自己接触叶大人？
真的是因为那首诗才收我当学生的吗？还是有其他原因？高丽，发什么呆呢？阿姐，你是想买铺子吗？先看看京城百姓都喜欢什么，行情怎么样？过几日再去牙行。县主，司农寺董大人在外求见。哪个董大人？司农寺经董元斌大人。让他进来。叶府怎么会有老虎？这是要吃人吗？雪团，大人不用害怕，雪团很乖，不咬人的。猛兽居然还有2副面孔，是不咬人，恐怕是指不咬你。下官见过灵慧县主，今日过来是想请教县主如何种植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这是土豆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记录，冬日种在大棚内一定要10注意温度，防止低温将针叶冻熟。烂在地，皇上能砍了我的后头。还有发青发芽的土豆吃了会中毒，解毒的药方我已经写在了最后面，但最好还是不要吃。你的意思是，段延华收你当学生目的不纯？今天在望月楼遇见金钊姐，她一下子对我态度就特别好，还说叶大人曾经也教过我，非要明天拉着我上门。老师，您对段延华了解多少？他是齐王的人还是鹰王的人？他既不是齐王的人，也不是鹰王的人。此人空有野心，却喜好白日做梦，在翰林院待了10几年，始终不下。从上次会试开始，就开始收学生，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想着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他一把。我套能上还是个问题。他收你当学生，应该不是想着你能考上，而是为了结交人脉，讨好他的上司。金钊姐和叶大人就是段延华想结交的人脉，自己果然只是个搭桥的。他上司又是谁？我不认识。翰林院学士费大人和老师关系匪浅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没事了。反正我也没想着这次一定能考上，大不了回安阳府，3年后再考就是。明天启明处里有些接书，他阿姐要去英王府，我会在御史什么都不知情，跟段延华一起过来，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。金钊姐要去英王府，叶大人不是和他不对付吗？叶中这不在家，今天不是休沐吗？昨日留下不少纲务，所以我家大人一早便去御史台了。那灵慧县主呢？英王侧妃邀请县主去英王府做客，现在人也不在。宋启明呢？他是不是在府里看书？宋公子今日去国子监上学去了，要到晚上才能回来。服了，本官改日再过来。宋启明有没有告诉你他要去国子监读书？不知道，我这2天都没见他。娘娘，只来了灵慧县主，宋公子没过来。怎么会？我明明在帖子上写了请他们姐弟2人，可灵慧县主真的只带了一个丫鬟过来。王爷还在书房吗？他这分明就是没把本王放在眼里。宋金钊不是蠢货，他肯定知道是本王想见宋启明，这是在刻意拒绝。看来叶晴玉的教训还没吃够。萧玉送几张，臣女拜见英王殿下。令弟怎么没来？王府后院不方便带他过来，毕竟家弟相貌也算不俗。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会看上13岁的小屁孩？县主顾虑的未免也多了。令弟身为龙北省此次乡试的解元，本王只是想见见这位少年英杰，不知明日能不能来。约了今天约明天，天天待在家里，你还真是闲，恐怕是不行。叶忠诚认为家弟见识尚浅，所以让他去国子监上学，今天就引去了。坐里剑这么快就权力还真是大。英王此言差矣，家弟本就有资格，何况他是我弟弟。就算叶忠诚不说，只要有我向皇上开口要个名额，想必不是难事。女儿回安阳府省亲时叮嘱过县主，土豆这样的神物你应该交给本王，而不是贸然献给父皇。下次若再有什么，还请提前知会本王一声。不瞒殿下，我这个人特别粗，重利爱权，殿下的权力肯定没有皇上大，所以我深思熟虑后，还是决定亲自献给皇上，正好也能给您省事。不如英王殿下今日进宫，再给我琼主这个封号。土豆已经献给了父皇，如今再说谢谢已经晚了。你若能说服叶良丽离头，本王登基后倒是可以封你为郡主。哼，等你当上皇帝再说。不是我不想帮殿下，而是叶大人太过光明磊落，性子又倔。我说破了嘴皮子他都没松口，口口声声说就算被奸佞之人五马马分也不后悔。其实我觉得既然殿下和叶大人都是为了朝廷好，投不口考有什么区别？等来日殿下当上皇帝，叶大人必定会成为殿下的骨更之臣。灵慧县主真是口齿伶俐，令本王刮目相看。多谢殿下赞誉，我不过是个农户出身的平民女子，若是说错什么话，还请殿下包涵。果然是乡野村妇，毫无教养，这样的女人白送都没人要。从启明拜叶先生为师，我亲自把土豆献给皇上时，就已经把人给得罪了，不是一条路，又何必忍气吞声？快点把这些东西搬下来，王妃明日急着用。
英王对侧妃娘娘如此盛宠，想必英王妃就是个摆设。估计是的，否则刚才在正厅，英王殿下也不会只带侧妃不带正妃。侧妃娘娘既聪慧又貌美，若不是出身低了些，当正妃也是绰绰有余。来日英王若是能登基，还不是想封谁当皇后，谁就是皇后。刚才走的那是谁？是灵慧县主，侧妃娘娘今日请的贵客。什么侧妃娘娘？英王府就只有一个娘娘，那就是王妃。是李侧妃亲自下的命令，说灵慧县主是她的故交，这也是王爷的意思。娘娘，再这么下去，李侧妃非得骑到您头上不了。门房说这是王爷的意思，宋金好歹也是县主，待客殿下都不叫您，他走的时候还以为您不得宠呢。再这么下去，若他日李晴雯诞下皇孙，岂不是真的要压到自己头上？必须得是我儿子才行。见到费大人后机灵点，多提提你跟宋启明和叶朱城的关系。有什么事儿不能等明日上职再说？还有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？学生宋高丽拜见费大人。大人，下官今日上门，确实是有求于您。这是下官新收的学生，虽然跟灵慧县主的弟弟宋启明是同乡同窗，也是莫逆之交，可两人的学识却天差地别。宋启明考解元，他考倒数第一。你既然收他当学生，就应该自己好好教导，还是说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？下官回京路上也教了1个多月，想来是因为他曾在叶中城门下听学，习惯了对方的教学方法。思来想去，也就只有大人您能与之相比，所以今日特意上门拜访。哦，叶良义教过你？快按照我说的做。学生的启蒙夫子和叶大人是同窗，参加院试之前，将我和启明交给叶大人教导了2个月。原来如此，大人，这孩子天分不高，但好学，能吃苦。要不是下官能力有限，也不会求到您头上。我听闻叶良义已经将宋启明送到国子学习，你既然跟他是好友，那就一起去。本官和季炯关系还算不错，对方应该会卖我这个面子。高丽，还不快谢谢费大人！多谢费大人，今日之学生没齿难忘。你知道感恩就好。你和叶丽关系不错，想必还是有些长处的。你今天先回去，等我打点好会通知你。你小子运气好，想当年我要是能在你这个年纪进国子监读书，也不至于拖到将近40才考中进士。都是老师的功劳，要不是您今天带我来拜访费大人，学生也不会有这个机会。进国子监后务必苦读，听到重要消息一定要立刻告诉我，免得你得罪人自己都不知道。大小姐，这箱子里全是账本，瞧着挺全，但这2个庄子20年没挣过钱，收支超乎寻常的平衡。1000亩的庄子养了20几个人就不挣钱了？那长姐在安阳的农庄岂不是每年还要倒贴银子？这问题可大了，是不是被农庄的管事贪污了？皇家庄子没人细查，很容易出这种问题。这账理由很充分，就是产量实在太低。把庄子和佃户签的契书找出来给我看。这契书全是重演，签订日期是20年以前，20年没换过佃户，还没有最低产量要求，这事儿有点有意思。你们马上去打听一下是不是真的。既然搬不了家，那去庄子上看看，明日便去。阿姐，我也要去，整天待在房间里，我都要发霉了。把安好和雪团也带上，老虎也是老虎，带过去压压场上。哥，你怎么啦？难道国主监有人欺负你？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是人，感觉状元有点悬。见到东方运坤了？见到了，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经才怀疑，貌比潘安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和东方玉坤起来，你的确还差点。天下能人太多，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只是2甲。有点被打击到。在国子监遇到比你厉害的了？她长得比女人还漂亮，琴弹的好听极了，策马如飞，百步穿杨，一手行书已达登峰造极之境。这是她送我的书法，阿姐你看看是不是飘若浮云，娇若惊龙？比例很厚，没有10几年功练不成这样。这首诗也写得不错。他送你书法，还亲自写了诗，看来你们关系处得很好。算是吧，是他主动和我说话的。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，我觉得写的就是他。东方玉坤是中书令东方元彬的孙子，父亲是吏部尚书，他10岁就考中解元，也是天才。那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考中进士？子孙3代同朝为官，本来就大权在握，再加来一个神童，皇上会忌惮。县主不能入朝为官，实在是太过可惜。你比启明还要适合朝堂。我以东方少廷会成为新的中书君，怪不得能生出这样的天才。老爷，宋公子在外求见。所以费大人举荐我进国子监读书，真是您安排的？一下子插2个进去，太过引人注意。我就跟费延章打了个招呼，他可以办。多谢先生费心安排，我就担心明年没考上，白白浪费了这个名额。只要你拼尽全力，就不算浪费。3年后一定能考上。少爷，赶紧把外衣披上，免得受凉。不用，估计是有谁想我了。别吵，再叫就不带你出去了。奴婢已经找城中的农户打听过，账本上记录的旱灾雨季确实发生过，但实际情况要比账本上记录的轻许多。
最多也就1成。皇帝赏赐这2个庄子，到底是故意为之，还是不知情？绝不能任由其荒废亏损。收拾一下，我们亲自去庄子上看看。本官好似听到了猛兽的叫声，大人定是听错了，这一带怎会有猛兽出没？前几日拜访灵慧县主，听闻府中养了一头白色猛兽，性情凶狠。听闻灵慧县主擅长游猎，家中驯养此类生灵也不足为奇。全都噤声，不许出声！真的有猛兽叫声！快放下手中活计，进屋躲藏！雪团，别再叫唤了。诗雪，把安好抱下来。道路这般宽阔，也能摔进沟里。回去我可要好好管教你一番。出发啦，雪团！想来真是听错了，应当是野犬的叫声。把门打开，继续干活，抽调2人在周边值守，以防意外。这些竟是农庄里的佃户。阿姐，眼底藏着锋芒。这些人是当过兵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此地所为何事？听闻这座庄子还有闲置田地，我们想来问问管事是否对外租种。你们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半个时辰，能看到连在一起的5间瓦房，庄里的管事就住在那里。多谢这位大哥。当家的，若是管事把田地租给外人，往后是不是就不再租给我们了？大家不必忧心，管事心地仁厚，不会贸然收回田地。想来是庄中田地闲置太多，管事不愿白白荒废，这才打算向外出租一部分。账本或许没作假，但为何全是这类特殊之人？大娘莫怕，这是我们家养的灵兽，性情温顺，不会伤人的。你们要找何人？草民稻花庄管事陈福参见灵慧县主。小人石泉庄庄管事李后拜见灵慧县主。我已经看过内务府送过来的账本和契书，你们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县主恕罪，是小人贪财，私吞了本该上交的粮食，求县主饶命。粗茶淡饭，破衣烂衫，你们私吞的粮食在哪里？本县主怎么没瞧见？小人把粮食卖在灵池办了个宅子，现在这副模样是装出来的，怕内务府的人来检查。是吗？那装的还挺像，势必工勤下地干活，想必很辛苦吧？把你们买宅子的地契拿过来给我看看，本县主找人去凌城核实。县主恕罪，这几年我们2人染上毒瘾，宅子都输掉了。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话鬼都不信。来的路上，本县主看见了很多身体有残的佃户，他们都当过兵吧？没当过兵，小人只管租地，没在意过他们身体是否残缺。你当本县主好糊弄，1个2个身体有残也就罢了，整个庄子200多家佃户，家家户户男丁全是残废，你从哪里找来的人？你们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只能秉公处理了。3成的租子太少，至少得提到6成。至于你们，听说回去找个人牙子把他们一家人全都发卖了。县主饶命，求您不要把我们卖了！你们都是坏人，欺负我爷爷奶奶，我要打你们！不说实话就把你们卖了，把女人和小孩都带出去，关门。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还请县卑全退左右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这件事要从20几年前说起。25年前，朔贝国在边境开战，先皇下令武英侯领武家军前往边境支援，武英侯叛国泄露军情，武家军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皇上大怒，将武家满门抄斩。当时小人的主子和武英侯乃是至交好友，不想他会叛国，便派人去边境使了银子，偷梁换柱救下了这些人。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好都已经残废，生存困难，也担心身份暴露，所以就偷偷安排在了自家庄子里。
给他们填地种。后来陈家被灭，庄子伐没充公变成黄庄，你们就一直瞒着。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已死之人。当时老爷给他们办了新户籍，契书是用新户籍签的，但佃户手上拿的还是旧户籍。20多年来就没人发现，他们没联系过以前的家人。他们没有家人，他们的家早就被朔偏国的军队踏平了。内务府又是怎么回事？3成租子，时不时减产，他们为什么会容忍你们这么多年？就跟县主猜测的一样，我们给内务府的管事塞了钱，我们告诉他们契中计3成，只是总共就收3成，给别人2个，自己只剩1成，还要养这么多人，日子确实难过。县主，这些人是无辜的，他们是为了保卫东赵国才残废，真的不应该杀。本县主今日只是来看看朝廷普及的蔬菜大棚有没有实践到庄子上，其他什么都没听到。阿姐，庄子已经看完，先回去吧。今天的事情回去一个字都不要说，谁都别告诉。老虎，真的有老虎，老虎来了！白色的，停车！大人，我们这么几个人打不过老虎，没听到本官说的话吗？停车！打什么打？那是灵慧县主养的老虎，你没看见后面跟着人吗？又是这只老虎，吓死本官了。下官参见灵慧县主。董大人亲自下地栽种作物了。那批作物种子珍贵，下官放心不下，便亲自到场督办。眼下还未下手，得先把暖棚搭建妥当。县主一路行来风尘仆仆，不知方才去往何处。陛下将2处农庄赏赐于我，闲来无事便过去查看一番。想来上午听到的兽吼，正是这头白兽所发。你前往临城暗中查探一事，切记行事隐秘，不可被旁人察觉。有的人真是生来好运，不曾付出多少努力，偏有好事主动上门，手段倒是厉害。诸位若是也想进入国子监求学，大可自行前去向先生恳求，不必在我一旁说些闲言碎语。凭你的学识底蕴，就算进了国子监，也未必能考取功名，不如把名额让出来。不必劳烦，我定能凭自身本事考中。今日那一行人，那位穿青色衣裙的姑娘，便是当今圣上亲封灵慧县主。如今稻花庄与石泉庄都已被陛下赏赐给了她，这对我们而言绝非好事，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。这位灵慧县主看着不似寻常深闺女子。灵慧县主，这封号听着十分耳熟，便是那位改良水车、推广反季节栽种、修建蔬菜暖棚的灵慧湘君。我还听说，这位县主身负武艺，何止是会，他一身本领十分强将，也曾亲手惩处过不少歹人。本领寻常之人，也不会驯养猛兽为伴。今日他定然看出我们的底细了。县主扬言要发卖众人，陈管事他们定然是据实相告。倘若他上报官府，我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眼下只能静观其变。若是他打算报官，此刻御林军早已到此，如今毫无动静，便说明他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总不能坐以待毙，将性命交到一个陌生人手中。一旦离开此地，日后小少爷归来，又该到何处找寻我们？你说，小少爷如今还活着吗？陈圣想定会拼尽全力护他周全，他一定还活着。25年光阴，足以磨平所有期盼，我几乎快要撑不住了。叶大人，昨日我前往田庄巡查，发现庄中管事皆是昔日陈家旧部，若是不愿继续任用，可否自行处置？对赵启仁精神人手不足，这些人能身挑挑选，必有请几分才干，不妨试着收归麾下任用。我听闻他们从前是前朝丞相，其品行有失。陈家获罪流放，不代表陈丞相品行有愧，他当年本就是遭人诬陷。大人何出此言？如今朝堂之上，齐王与英王势均力敌，县主试想，日后无论哪位皇子登临大位，又怎会善待昔日立场相悖的官员？依我所见，这2位殿下心胸狭隘，定然不会容忍。当年的陈丞相亦是如此，他虽未曾公然站队晋王一派，却与武英侯自幼相交，而武家又是晋王外戚。2年之后，陈丞相的门生顾其山在陈府书房找出一本手记，就凭这一本手记，山家上下检举6恩师，才坐上丞相之位。分明是顾其山欺师灭祖，为了攀附权势，刻意栽赃。陈丞相执意要为武英侯翻案，莫非当年武家一案当真另有隐情？当年人证物证俱全，
唯独蹊跷之处在于，武英侯始终对君上我是万不信的。是的，看书像这些清白的数次上书恳请陛下重查旧案，却次次被驳回。大人方才说武家是晋王外妾，手握重兵，武英侯一日不死，陛下的皇位怕是坐不安稳吧？县主慎言，这般不可及，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我也只是随口猜测，陛下连陈丞相都容不下，自然更不会放过势力庞大的武家。武家获罪之后，原本驻守越城的守军竟集体投奔了西南一族。西南一族野心勃勃，越城军主帅是武英侯心腹，陛下震怒也在情理之中。越城军主帅定然是预判到陛下会清算旧部，才抢先带兵叛逃。若我报官，这些人恐怕也会丧命。罢了，就算事情爆发，也是内务部的错。我那时还未出生，不过是个无辜的接盘侠。灵慧县主怎么又来了？是还想揭发我们吗？宋姑娘如今身为县主，府宅又是皇上恩赐，搬家之后理应需要办一场乔迁宴，邀请京中的大官贤贵前去温居，紫金须到宋府日后京城的威望。帖子定要下，不能因责罪。不瞒叶大人，对外的各府的关系都确实不了解，乔迁宴怕是不好办。让他和你说，府里的下人你随意指派。这宅子当初那位吏部侍郎贪污受贿，私自扩大了几亩，后面那个小菜园原是百姓房子，被他买下养牛，朝廷禁止宰杀耕牛，可他被查抄时府里养了80头牛，菜店底下挖出了200头牛骸骨。这宅子虽好，却需要大量人手打理，买仆人发月钱，得赶紧想办法开源才行。你家要办乔迁宴，我阿娘说她收到帖子了，老师让阿姐给所有人都发了帖子，不知道会来多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我爹娘去，绝不让你们宋家丢面子。伯父伯母能给面子到场最好，到不了场你来就行了。我可是在阿姐妹妹面前夸赞你经才绝外，貌比潘海。不愧是皇上御赐，县主的府邸比臣的尚书府气派多了。欧大人过誉，都是营修司修缮的好。若是县主下次再发明什么东西要献给皇上，能否先给本官送个信儿？本官明年俸禄都被扣完了，其实挺缺的。这孩子举止文雅，言行妥当，面对朝中重臣也不卑不亢，是个有前途的可造之才。怎么样，我这个学生不错吧？我也想让他再沉淀3年，可我真不知道自己3年后还在不在，到时候帮不了他怎么办？瞎说什么？你才40多，最起码活到80你才能死。真真如谪仙一般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时辰已到，开席。县主，永江公主和庆国公的马车已经停在府门口了。永江公主到，庆国公到。众位免礼，父皇听闻灵慧县主今日在府中举办乔迁宴，特遣本公主前来祝贺。臣女叩谢皇上隆恩。不对劲，此事若处理不好，恐怕是个麻烦。6部尚书能来2个，今日过后，宋家也算是在京城站稳脚跟了，不能小看此女。本官公务繁忙，来晚了些，不知县主可还有位置？公主殿下和庆国公大驾光临，就算没位置也得有。启明好好招待庆国公，公主殿下上座。宋家当真了不得，没来的人要是知道此事，内心恐怕会惶恐极了。都是些趋炎附势之辈，居然上赶着去巴结一个外姓县主。父皇居然这么看重宋金妖，一个乔迁宴还要送礼。父皇，您让儿臣送的礼物，儿臣已经送到了。今日县主府客人特别多，和县主没有单调相处的时间。你实话告诉父皇，你今日去宋府是不是因为想见楚留云？父皇，你说什么呢？儿臣都说了是偶遇。安阳府的卤味店、奶茶店可以照搬，螺蛳粉、火锅店也要准备起来。稻花庄用来种花，石泉庄建农庄和香水加工厂。京城有钱人多，香水生意必须做，一整天都能保持香味不散，这生意能赚大钱。司农司，郊外黄庄土豆的种植进度如何？回皇上，用来种植土豆的大棚已经全部建造完毕，土豆尽快皆已培育出芽点，明日完善种植，什么时候可以出海？回皇上，臣翻阅了崇文阁所有典籍，皆与县主上交的羊皮图对不上，想必是前人从未探及过。不认为呢？进度这么慢，等找到土豆发源地还不知道是何年何月。回县主，这些都是按照贵府管家的要求，从人世挑出来最好的一批，身家清白，办事机灵。县主您挑挑。小姐，这些奴婢都已经先筛过一遍了，原本牙行挑了100个人，被奴婢直接筛掉了一半。梅花。这是按照县主要求选的商铺，京城主街所有符合条件的都在这里，随时都能去看，还请县主过目。安阳府的利润要到明年才到手，留下的黄金得留着，剩下的银钱得流动起来。奶茶卤味不用大，螺蛳粉30瓶就行，火锅店要热闹。这几处准备下午去看看。今日早朝，皇上过继海图之事，顾岐山找不到相关史籍，齐王和英王提议从沿海百姓口中打探消息，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动辄数十年起步。皇上若是没有坚定的决心，恐怕是难不成。巨浪风暴，洋流漩涡，海上处处都是危险。如果不是常年在海上航行的人，不仅找不到新大陆，还容易丧命。如果皇上真的下定决心要找，我的建议是先组建海军，培养船员。光有人不行，还得有船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？安阳府不在海边，你连大海都没看见过。上次在码头救人的时候，和船长聊过一些海上的情况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组建海军是大事，建造帆船需花银钱，恐怕兵部和户部都不会同意。
意。叶大人有没有想过，既然有外人来，或许别处也有国家，若有侵略意图，我不善水战，等他们来了，怕是打不过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主动找过去，岂不是更容易被发现？他们的人已经先找过来了，就看我们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卫。或许对方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交流。清水做饭越来越好，可以多培训几个，以后开酒楼用了。阿姐，你不是说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不允许我浪费吗？为什么叶伯伯碗里剩那么多，你都不说他？叶大人别介意，上次这孩子嘴馋，装了一大碗吃不下，被我说了2句。安好说得对，粒粒皆辛苦，我不应该剩饭。安好是不是应该启蒙了？脱口就能吟诵诗句，若是从小开始启蒙，说不定比启明还要厉害。才3岁，是不是早了点？启蒙要像哥哥那样每天早出晚归吗？我看他每天都要读书到很晚，可辛苦了。读书是最有趣，经胡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只要你读进去，就不会觉得辛苦。你现在还小，不用从早读到晚，每天上午上1个时辰课就行了。不过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辰时都下课了，你得卯时起床啊，就不能晚点？卯时太早，我起不来。读书要勤奋，偷懒不得，这一点不得像你更好也耽误了。现在3岁确实可以上幼儿园了，可这里没有幼儿园。如果请一个夫子每天到家里来教，叶大人有合适的人选吗？现成的夫子不就在眼前吗？启明和诗月都是他教的，足见他是成功的老师。叶大人，其实县主可以自己教，以你的才能，给一个3岁孩子启蒙绰绰有余，比去外面请夫子效果还要好。启明就是个例子。我怕是不得空，还是请夫子比较好。接下来我会很忙，教小孩读书耗耐心，我担心顾不上也行。阿姐若是没空，我可以教。我每天待在家里，不是看医书，其实言传身教育，知得懂礼，有你们姐妹2人来最好。我喜欢长姐和区启蒙诗学完全没问题，考个童生也是绰绰有余。县主，这条街商铺面积不大，吃食占40%，东边通中轴线，3面全是宅子，每天经过的人不在少数。这原来是仓库，县主可改成厨房，前面摆10张桌没问题。缺陷是没水井，要去前面挑，大概90丈路。不过若买好几间，隔壁是面馆，有水井，把围墙打通，用水就方便了。旁边开奶茶，这里开螺蛳粉，还差个卤味，最好连在一起，螺蛳粉搭卤味，绝配。县主别看人少，前有2个书院，这铺子100平米，比有水井街200平要1万两，棋盘街40平700两，无疑100平1000两。县主府14亩，要不是皇上赏赐，我肯定买不起。京城房价真贵如黄金。快去找2小姐，就说永江公主来了。2小姐，永江公主突然到访，说是来找县主的，您赶紧过去看看。赶快让人去找阿姐，让她回来。公主怎么会过来？一点信都没有。民女宋诗雪拜见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林慧县主去哪里了？天气转凉，宋家在京城又没亲戚，这个天宋今朝居然会不在府里。长姐想在京城买几个商铺，约了牙行的揽事下午看房，未时就出门了。如今贵为县主，在做这些事难免惹人非议。家中3代务农，没有太多家底，府中光仆人就有40多人。京城开销大，阿姐若是不赚钱，时间长了难免拮据。既然本中主则改日再过来。2小姐，还要让县主回来吗？不用了，去把人叫回来。镇国公夫人不必多礼，我顺路过来看看，听闻老夫人偶然风寒。镇国公，发放棉衣这种小事交给其他人做就行了，我们是不是不用一直盯着？城外比城里冷多了，我想进营帐取暖。殿下有所不知，这是入冬前最后一次发放，结束后要进行防务调整，必须在雪落下之前完成。娇气成这样，能训练成3军统帅吗？皇上简直眼瞎。被套换成丝绸的，如此粗糙的棉布，本王睡不惯。棉布粗糙，本王从未用过。军营没有用丝绸做的被套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去年庆国公受到的花斑虎皮毛削成毯子就在你营帐，既然没有丝绸被套，虎皮也是一样。哼，来人，去把我铺在床尾割脚的虎皮拿过来，给英王殿下用。用来割脚？脚臭。有说是什么事吗？等了半刻钟就走了。阿姐，你和永嘉公主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的？哪里是关系好？他这是把我当成假想敌了。他要是真喜欢，直接让皇上下旨赐婚不就得了？什么假想敌？这些都是林慧县主告诉你的。昨天午膳偶然谈起海图之事，县主便闲聊了几句。不知宋启明入朝为官后有没有他长姐的才能？亲姐弟想必继承了几分，但像林慧县主如此聪慧的，怕是少见。你说宋今朝会不会制作远洋帆船？要能抵挡海上巨浪，这太难了。皇上，微臣没出过海，这远洋帆船得做成什么样子才算合格？朝中有不少官员曾经在沿海府城任职，你可以向他们县主提的。你要是造不出去县主府请教，造不出来去请教个县主，这传出去还要不要脸了？沿海府城渔业发达，有没有船只能抵挡海啸？要是真有，就不会每年都有渔民出海后尸骨无存。住在岸边都这么危险，在4面全是水的海上，岂不是只有等死？肯定会碰到海巡期的。那要是找不到陆地，船只在海上航行好几个月，尸骨无存。皇上有令制造远洋帆船，载500人，储足3个月粮食，去海中自由航行，能抵御狂暴雨和5丈高的滔天巨浪，速度还必须快。大人，您确定5丈高？已经是最低要求。京城不靠海，怎么确定能不能抵御？先召集工匠吧，到时候再说。大不了就去明州走一趟。他到底是来吃苦还是享福的？简直败坏风气。殿下，你要是觉得冷，可以先回去，等来年开春再来军营。本王不觉得冷。
父皇就给了自己1年时间，我必须完全掌握这里。既然不冷，我们就去前面看看，那里视野最开阔。你马上回京告诉潘勇本王在西郊大营的近况，让他在早朝时多吹捧2句。吃了苦就得让别人知道，否则岂不白吃了？属下明白。殿下，雪估计还要再下几天，若是大雪封路，怕是不好回城。要不您先回去？军务没办完怎么能走？到时候本王跟你们一起回去。雪不停，下官和父亲怕是要在军营待到年前，殿下可以吗？没问题，这雪过几天估计也就停了。前日英王殿下和镇国公父子前往西郊大营督促军务，这是今早送过来的军报。英王这次做得不错，顶着和楚乌云一起昼夜不停的督军，总算不辜负朕对他的期望。弄巧成拙，反倒间接帮了萧荣燕一把。朔方国怎么还不打过来？让他上战场死了最好。少爷，属下刚才去探库取炭，司探说英王殿下昨天一次性取走了3天的用度，今天中午又取了一次，刚才又取了一次。您和老爷这个月的炭火用度只剩下1半了。你告诉司探先挪用下个月的，等过几天我再私人补上。再这么下去，别说下个月，就连下下个月的都要被用完了。大人，我们实在熬不住了。今天早朝下官差点睡倒在太和殿，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罢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差点没吐！你说什么？欧十年的头发被烧没了？御林军亲眼所见，头发下面炸得像个大扫把，差点没秃。冬日炭火用的勤，让宫女太监多注意点，以免着火。听说了吗？工部尚书被烧死了。不是吧？是秃了，可惜了，那么大个官。大雪一直下，光铲雪就得不少下人。小姐，这是棋盘街最后那间铺子的地契。那位魏小姐和离了，昨天拿到的和离书，准备离开京城回娘家。名下铺子急卖，比原来便宜50两，里面还有人，可能是费心思赶走。正在门口静候，让他在前厅等我。灵慧县主安好。几日不见，欧大人怎么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？不瞒县主，本官有好几天没睡觉了。皇上让造远洋帆船，我们想了3天3夜没定图纸，太困在火盆旁睡，头发就烧成这样了。是真的好惨，不知大人遇到了哪些难处？处处都是难处。这是工部画出来的设计图，但全被否决了。扛不住海啸，速度太慢，海风会掀翻，船底会被腐蚀。很普通的图纸，和运河商船没差别，明显落后许多。还请县主指点迷津。欧尚书，本县主设立想法，但是仍需工部自己验证，还请大人仔细斟酌。还请县主速速说来，是非对错，本官自有判断。平底船受水面积大，导致慢且抗望差，适合湖泊，建议改成尖底，减少受水面积，阻力紧，小，或水前行快。船身采用龙骨结构支撑，更牢固，加上龙骨重量吃水深，抗风浪好。船身可用铁环加固，还有船帆一张张太小，逆风煞更前翻牵引导向，主帆动力，纵帆掌握平衡。船主要做成一模一样的零件，坏哪里用通用零件补。还有船底腐烂，选柚木橡木，密度高，不易渗透，涂胶油防水，甚至定铅避防生物腐蚀。县主经世之才，本愧不如，官自扣执笔，我想记下来，免得县主瞧瞧可有什么有漏。一句不漏，就这些。先做船只模型，建水池模拟海洋环境，试验成功后再等比例造船，免得失败浪费成本。宋今朝脑子怎么长的？这么好的主意，我为什么想不到？县主聪慧，本官拜服。自吹自饶，弄虚作假，厚颜无耻，沽名钓誉。3天有2天半在营帐马车里享福，炭烧的热死人。昼夜督军，同吃同住，去你丫的！从小你稳重，心还如此不定。英王就在军营，忍1年也就过去了。恬不知耻，如此欺世冒名之徒，居然还是皇子。真让他们当上皇帝，我东赵后为父便回京城。到赵国，怕不是要把英王一起带走？他恐怕早就想走了，有了台阶，肯定麻溜滚蛋。不能在这里睡，再烧一次真就秃了。回皇上，框架设计图已基本确定。这船怎么和朕以前看的不太一样？这次你们工部做得不错，总算有脑子了。微臣不敢欺瞒皇上，其实工部集思广益3天3夜没想出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就去问了灵慧县主。所以你的头发也是在那个时候烧的？哪些是灵慧县主想出来的？全部。朕看你这个工部尚书，干脆让灵慧县主当得了。整个工部加起来比不过一个17岁的姑娘。难道是今朝他们回来了？你过去看看，要是回来了就告诉我一声，我好过去帮忙做饭。马车有点小，不像是能装下4个人的样子。老太爷老夫人，小人是大小姐在安阳府的管家福顺，奉命过来送年礼的。小人福顺见过老太爷老夫人，主子去京城前特意叮嘱，让小人腊月时把年礼送过来。他是今朝在安阳府的管家来送东西的，这是我大儿子、二儿子和二儿媳。大老爷安好，二老爷安好，二太太安好。
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是大小姐给二老准备的2床新被褥，冬天盖特别暖和。这是2套成衣，还有布料。这是府里自家农庄养的鸡鸭，还有猪肉、羊肉，都是腌制好的。9月才派人送过，这次怎么又送这么多？今朝肯定花了不少银子。这2个箱子是大小姐单独给大房、二房准备的，这是给二房的。2个箱子里东西是一样的吗？小人不知道。我的锅！有现成的鸡鸭，谁还吃南瓜？交就交了。小人来洗，娘，我们先过去把东西收拾一下。爹，晚上就让我和大哥陪你和娘一起吃饭吧。哼，用不着，带上今朝送给你们的箱子可以回去了。我说了，让他们自己来取。大哥，你把箱子打开让我看看。今朝给的有几个颜色，我不太喜欢，正好大嫂喜欢紫色，我用这匹跟你换。我不喜欢紫色，弟妹还是留着自己做衣服吧。颜色比二房好看，有2匹适合巧娘穿，12匹，比二房多2匹。阿娘，是这个吗？刚滚到房间里被我看到了。不仅好看，还值钱，银子做的，起码得值好几两。不仅有镯子，还有信，都掉地上了，你们也没发现？快看看，都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今朝姐说阿爷和阿婆年纪大了，让你们平时多照顾一点。她这是在点我，镯子不也是送给我的？戴着好看，不用想。让二房看到不好，我在家干活不用戴镯子，等年初2回娘家的时候再戴。今朝也给你们买了东西，阿爷让你们明天自己过去取。啊，老头子，你快过来！你刚从被褥里发现的，里面有50两银子，今朝给的，肯定是今朝放的。明天我再问问福顺。去，这儿有我呢，你去陪老头子说说话。这是今朝给我们的，是大小姐给您和老夫人用的。这香囊还是二小姐亲手做的。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些包子带着路上吃。等大房家的2个过来再一起分。你们2个回去，把3个孩子留下。吃早饭了没有？阿婆做了包子，快尝尝，刚出锅还热乎着。大小姐没细说，但从年里看和大房关系好。这是你们堂姐堂哥送的礼物，永年耀祖，你们2个要好好读书。阿爷你放心，明年我肯定能考上。阿爷我会努力的。空闲的时候，你们2个可以试着教妹妹读书，识字总比不识字强。迎亲也不穿礼服，轿子上连红绸都没绑，这是干嘛？谁能想到一个农家女会变成县主？以前摆摊时我还买过凉皮呢。这才多久又变成县主了？真是有出息。掌柜，你们说的宋家女是宋家村那个宋家女吗？就是打死槊边国凯子的那个宋家女，叫宋今朝。啊！我要100文钱的木炭，赶紧给我装！我家主子就是你们说的县主。恭喜宋老爷，灵慧湘君被皇上册封为县主了。县主不都是皇亲国戚，今朝又怎么当上了？只有皇亲国戚能得的封号，皇上还赐了县主府，这官儿得有多大？都到天了！开祠堂，必须开祠堂，马上开祠堂，还要立碑。殿下，雪天路滑，还是坐马车比较安全。不露在上面怎么能让人瞧见？就得让京城百姓看到我威风凛凛。危险就让人在前面开路，本王要骑马回去。啊！把弓箭给我。小心！你们在这里等，本王去杀一头雄鹿带回去。鹰王殿下，冷山林附近有陡坡积雪掩盖看不到，不要乱跑。鹿群太远，猎不到的。谁说本王猎不到？去年春猎别说雄鹿，黑熊本王也不在话下。快走，是雪崩！俯身抱住马脖子。赶快给我爬上去！国公爷不好了，镇国公遭遇雪崩，下落不明。走到半路，鹰王看到麋鹿，非要打猎，被引进冷山林。眼神好杀气。啊！国公爷找到了。还活着，
人医术浅薄，还是得赶紧请宫里的医过来就诊。镇国公是为了救英王殿下自己摔下带坡，人已经危在旦夕。英王有没有受伤？太医怎么说？英王殿下没受伤，就是镇国公不太妙。先去的太医说救不了，让请古院使。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？立刻派人去盯着，全力救治，把剩下的太医全部带过去，让英王马上来见朕。遵旨。殿下，现在镇国公府肯定很乱，您还是不要去为好。你说的对，本宫现在过去只会添乱。你现在马上出宫去镇国府盯着，有什么事立刻回来告诉我。锁骨上方切入至1寸余，出血量倒还不算太大，只是腹部这根入体已有2寸，并随呼吸颤抖，恐伤及肺腑血管，一旦拔出必定流血不止，当场毙命。下官实在不知该如何下手，还请镇国公夫人、庆国公节哀。就没有其他办能把血止住吗？镇国公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神明庇佑，拔了马上就死。那要是不拔呢？古院使求您再想想办法。太夫人年岁已高，国公爷要是去了，老人家怕是撑不过这一关。求您再仔细看，还没死，你们哭什么丧？去给我把京城所有的郎中都请过来，我就不信没人能救得了我儿子。包府去找宋金池，叶良医的腿就是他治好的，他医术比太医好。儿臣在回来的路上遭遇豹子袭击，惊了马。镇国公为了救儿臣，和儿臣一起掉下陡坡，情急之下他先把儿臣拖了上来。镇国公为了救你，如今命悬一线，情于理你都应该马上去镇国公府守着，这身衣服就不要换了。皇上不好了，古院使说救不了，让镇国公府准备后事。太医让准备后事，说撑不过1个时辰。楚太夫人受不了打击，几度昏迷。现在镇国公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流云哥哥现在怎么样？庆国国公看上去很难过，还在求太医继续医治，但恐怕是无济于事。让稻花庄和石泉庄的管束后日来府中一趟，我要见他们。府里买回来的下人训练的怎么样？我找你家县主有急事儿，你快让他出来！县主在后院，容小人去禀告。县主，庆国公闯进府里，脸色很难看，他抓着门房正朝后院过来。家父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，还请宋金娘救家父一命。伤到哪里？有没有其他郎中去看？额头撞到石头，树枝从锁骨上方和腹部插入，被血埋了1个时辰。太医院的太医都来了，说是拔出来会大出血，救不了。我去拿个东西。兰溪备车。阿姐怎么了？镇国公身受重伤，马上跟我去镇国公府。长姐、二姐，长姐和二姐就要出门办事，你好好待在家里。兰溪看着二少爷。我自己来，你去驾车。灵慧县主有何办法能救活镇国公？人还没死，哪来的救活？剪刀。我现在要把树枝取出来，成功率很低，要不要做？拔，只要有希望就拔。拜托县主了，拔了不就死？总比什么都不做死了强。屋子里的人太多，把窗都出去。灵慧县主，能否容下官旁观？能否让我老太婆我儿子最后一秒？我动手在场，场面显很血腥，一旦记罪线会影响手术。好，我们出去，父亲就拜托给县主了。穿上。这是何物？外面滑溜溜的，好像还涂了一层油蜡。银针。伤口周围的出血量又明显减少，这银针刺血竟能止住血，下针竟如此果断迅速。这是要用线把出血点缝进去，简直不可思议！而且这个针不是直的，是弯的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。没动静就是最好的消息。速度必须快，银针止血已经起不到作用。镇国公去了吗？本王是来奔丧的。回应王殿下，我家老爷还没死。不是说撑不过1个时辰，已经在准备后事了吗？小国王爷去县主府请了灵慧县主过来救人，现在还在医治。宋金钊，听闻灵慧县主正在救治镇国公，情况如何？还在手术。龙太医，你来说。灵慧县主要把插在镇国公身上的树枝取出来，古院使在里面守着，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。现在什么情况，微臣也不知道。宋金钊的医术能比太医院的太医还要精湛，我看他是自视甚高，拿镇国公的性命开玩笑。县主，皮肉里面的伤口用线缝起来，等伤好之后，是不是还要刀把外面的皮肉划开，拆里面的线？我用的是羊肠制作的长线，可以自行吸收，不用拆。原来如此。这只是闯过了第一关，伤口会不会感染？失血淋这里这么久，会不会留下后遗症？这些都是未知数，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。县主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树枝已经拔出来了，伤口也已经缝合，暂时闯过第一关，就看接下来2天镇国公能不能熬过去。人别进太多，
站在帘子外面，别靠太近。你们身上细菌太多，没消毒。郑国公伤得太重，拖的时间又长，伤口很深，加上失血过多，接下来2天是最危险的时候，病人随时都有可能病危。多谢县主出手相救，在下永志难忘。您刚才说父亲接下来2天很危险，还请县主暂居府中，以防不测。应该的，我也没打算离开，我需要纸笔写方子，有些东西和药材需要家妹回府取一趟。多谢县主救命之恩。快拿纸笔过来，你安排人把旁边房间收拾出来，给县主暂住，所有东西都用最好的。我就没见过用弯针缝合伤口的，更别说在肚子里面缝，那血管细到我都看不清，用针线在上面搓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回去后按方子抓药，让郑国公府的下人带过来。阿姐今天就不回去了，我会收拾好衣服，让他们一起带过来。家里有我和哥哥在，阿姐不用担心。天色已晚，今日麻烦各位太医了。下官还要回宫向皇上复命，就先告辞了。之后若有需要，国公爷可随时派人去太医院。你爹要是有什么事，一定要立刻叫醒我。回皇上，郑国公身上插在郑国公府的方面醒了过，保住了，是林慧县主救了郑国公。不过县主说取出祭七遍，应该是抬了就过丧命。若不是为了救儿臣，郑国公也不会受伤，早知会有哀家发生。儿臣当初就不应该去西郊大营。为皇帝到危险，正为臣子的本分。是郑国公态度身为卿，当然是朕的安排，何该好好收学才是。没关系，而就在接下来几日，儿臣打算日日上门探望。等郑国公伤好，再多带些礼物上门道谢，想必也就无碍了。你先下去吧。郑国公为什么要救鹰王？不死残废也行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个意外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件好事，是鹰王坚持要打猎才冲进了冷山沈林。郑官几次劝阻鹰王执意不听，这才摔下陡坡。现在鹰王安然无恙，郑国公却身受重伤，生死难保。晋国公怕是已经恨极了鹰王，这对我们来说绝对一件天大的好事。如果是这样，郑国公死了，对我们岂不是更有利？这3个药包分开熬煮，用小火炖着，要用的时候马上就能喝。药方就放在旁边，千万别弄混了。把退热的汤药端过来。怎么了？是病情加重了吗？起热了，温度升得很快，得赶紧退烧。怎么样了？是国公也醒了吗？没醒，是起热了。去准备湿毛巾和冰块。让古居普去郑国公府守着，有什么消息立刻回来告诉朕。把蜡烛拿给我。应该是掉下陡坡时撞到了后脑，现在已经肿了起来，淤血堵住了脑部血管，得尽快去瘀止血。少爷，门外来了不少人想探望国公爷，吏部、兵部、户部，还有齐王也派人来了。在父亲没醒之前，府中闭门谢客，谁来也不见。是，奴才这就去把他们赶出去。能不能见到本王不在意，只要让庆国公和父皇知道本王来过就行。国公爷没醒，我家少爷和夫人实在没精力招待客人，还请英王殿下改日再来。车都没下，装死你得了。少爷，太医院的古院士来了，说是奉了皇命过来帮忙。让他进来吧。不行，我要再去宝华殿多烧点佛经。二姐，阿姐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还要再过2天，受伤的那个伯伯还没醒。君子应该站如松，坐如钟，扭成这样像什么样？改日也该跟着我们一起练武了。我现在是小孩，不是君子。哥哥，你说话越来越像叶先生了。回少爷，府外东方公子来访，说是来找您的。他想超过我下辈子吧？郑国公怎么样？外面都在传他快不行了，好像是用刀把伤口割开，将插进去的树枝取出来后，再用针线缝起来。太医都说救不了，县主能让他活到现在就已经很厉害了。若郑国公痊愈，县主府的门槛怕是要被踏通了。普通的小病小痛也求不到我阿姐身上，全交给他一个人，哪里忙得过来？父亲，你醒了！别动，小心伤口崩开。麻药散了，肉里面的只能忍着。县主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县主救了你。昨天太医院都说救不了，刘元把灵慧县主请来了。多谢县主救命之恩，我现在浑身上下疼得厉害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在你锁骨上龌和腹部开了2刀，里面伤口还没长好，会一直疼的忍着。接下来几天很关键，你现在需要好好养伤，少说话，别动弹。要是伤口崩开流血就糟糕了。皇上，郑国公醒了。县主说接下来几天很关键，但依微臣看，命肯定是能保住。这2日你辛苦了，下去吧。本宫只是想问你，郑国公现在情况如何？公主殿下放心，郑国公已经醒了。分明是你不听劝，非要去设什么迷路。去外面听听，京城百姓是怎么议论你的，把朕的脸都丢光了。儿臣也是想猎一头雄鹿献给父皇补身体，谁知道不是那头豹子出现，儿臣也不会惊慌。住口！分明是你自己想吃，身体好得很，用不着你送路。滚回去闭门思过，这2日就不要上朝了。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？他这便是得不偿失，非但遭父皇斥责，还彻底得罪了楚氏一族。还是殿下思虑周全，派人在城内四处散播传闻，
不然圣上绝不会这般上心。哼，送上门的把柄岂有不用之理？此番萧荣燕算是栽了大跟头。县主，我身上的疮口何时才能痊愈？半月后方能下床换布活动，创口愈合尚需10日，加之头部曾受创出血，至少半年不可进行剧烈劳顿。夫君你此番险些丢了性命，半年休养实在不算长久，索性借此事辞官归家，家中尚有流云支撑。